男人魂穿修仙界，但卻沒有靈根，無法修仙，但他卻每天拿小山當健身工具，激情爆肝，鍛鍊了2萬年。男人名叫吳靈根，曾是一名不擅長拒絕別人的肥宅，而且因為外貌，他從小就飽受同學欺負，但他也因此更加刻苦的學習，因為他相信在工作之後，自己付出的努力能獲得回報。然而經過學習後，他才意識到他不僅是個肥宅，還是個學渣。畢業之後，他也只能靠體型在健身中心做陪練，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。只是現在欺負他的人從同學換成了同事，不會拒絕別人的他，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。終於有一天，他的心臟突然感覺一陣劇痛，原來因為肥胖問題，他身體會有猝死的隱患。在吳靈根再次睜眼時，他發現自己居然重開了。時間一換，2萬年後的東周，吳靈根正被一名少女輕易的挽着，狐妖一族的涂山小玉不斷撒嬌着：“靈根哥哥，不是說好一起去外面闖蕩的嗎？怎麼還在這裡磨蹭啊？”吳靈根聞言也不由感嘆一聲：“是啊，不知不覺已經在這裡鍛鍊2萬年了呀，可我依然只是個力氣大點的普通人，下山也只會給你添麻煩啊。”吳靈根經過這些歲月，終於確定自己是重生了，並且還是重生成了魔教少主。然而已經沒落的魔教並不難保護他，為了躲避正道人士的追殺，他只能躲在深山老林中苟活。要不是有他救了的小狐狸陪伴，他可能早已經無聊到瘋掉。因為上一世的教訓和這一世被追殺的經歷，吳靈根足足2萬年，每天都堅持自律的鍛鍊。然而等他鍛鍊了很久之後，才意識到他穿越的是個玄幻世界，但他卻是個名副其實的吳靈根。除了每天鍛鍊得來的好身體之外，他一無是處。可鍛鍊了2萬年的身體卻充滿着力量，哪怕是蛟龍也被他一拳轟趴。這條不長眼的蛟龍讓吳靈根今晚可以開葷了。小玉頓時就暗暗誇讚道：“金丹期的蛟龍居然一拳就被幹掉了，不愧是我的靈根哥。”就在吳灵根準備取肉的時候，突然傳來一聲大喝，打斷了他。只見一名中年男站在飞劍上，不悅道：“大膽賊人，居然敢搶奪我獵殺一半的蛟龍，能幹出如此無恥之事，難道你們就是那魔族餘孽嗎？”聞言，吳靈根的臉色瞬間就從淡定變成慌張，連連擺手表示自己並不是，甚至還連連道歉道：“實在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玄天書院的蕭春霍見狀，不由暗暗嘀咕：一只小狐妖和一個完全沒靈根的普通人，看來沒必要跟他們廢話。接着蕭春霍就直接使出御劍神術，準備將2人給解決掉，但吳靈根卻很是輕鬆地將其接下。蕭春霍頓時傻眼，完全愣住了，而吳靈根則忽然鞠躬道歉道：“明知道你想殺我，我還接住飞劍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蕭春霍聞聲這才冷靜下來，一個沒靈根的普通人怎麼可能接得住我的飛劍？肯定是你在背後幫助這小子吧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和這小子一起下地獄吧，看招！然而這一次的御剑術卻再次被吳靈根輕鬆接住，惱羞成怒的蕭春霍頓時坐不住了，瘋狂開始發射飛劍，想要幹掉吳靈根。可吳靈根只是不斷扭動身體，輕而易舉的就將所有飞剑給接住。接着他就一臉抱歉的開口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下意識的我都接住了。”蕭春霍瞬间就被干沉默了。好半晌後，他這才從地上起身，然後恭維道：“原來是正道聯盟的前輩，剛才是晚輩誤會了，還請把飛劍還於在下。”晚輩這就離開。話音剛落，他的飛劍瞬間飛射而來，但他根本沒有反應過來，飛劍居然捲起恐怖的烈焰，擦着他的脖子邊而過。吳靈根哪怕重生，依舊還是和前世一樣，真的不會拒絕別人。接着吳靈根就扛起蛟龙開口道：“我們回去吧，還要給爹爹他們做飯呢。”臨走前，小玉還不忘陰狠地提醒道：“今天的事，我不希望你吐露出去半個字。”蕭春霍聞言頓時冷汗狂飆，連连點頭表示自己懂。見2人終於離開自己的視線，蕭春霍瞬間癱軟在地。他們到底是何方神聖？不過你們高興也只能趁現在了，等我將事情告訴給玄天書院的那位老祖，一定要你們這些魔修好看。小玉頓时就進入迷妹模式。靈根哥，你還說自己是普通人，連元嬰期修士都被你嚇傻了。但吳靈根卻不這樣認為，我怎麼可能会是修仙者的對手？他剛剛估計只是跟我開玩笑，我很清楚自己只是個無法修仙的普通人，所以我才那麼拼命的鍛鍊身體啊。不多時，吳靈根就将分割好的蛟龙肉帶到了一個山洞前，他才剛進入，洞穴內就傳出斥喝聲：“不知道這裡是我魔族的地盤嗎？是誰斗膽進入這裡？”在看清是吳靈根之後，一眾魔族立馬就面露驚喜，紛紛表示快點將龍肉遞進去。吳靈根知道他們雖然看起來殘暴，但其實都是對他很好的叔叔。而吳靈根的父親吳迪卻不滿道：“已經3個時辰沒來見我了，你眼裡還有我這個爹嗎？”吳靈根連忙解釋自己是因為要打獵做飯，所以耽誤了些時間，但吳迪卻不買賬：“你該不會又被這小丫頭忽悠下山了吧？聽清楚了，絕對不能下山，就算被封印了2萬年，我仍然記得那些正派人士的陰險狡詐。你這樣毫無江湖經驗就出山，是想送死嗎？”這番聽了2萬年的說辭，立即就讓吳靈根不滿了。他當即堅定道：“就算在外面被追殺，甚至死掉，我也不再想待在這深山老林裡了。”此話一出，一眾魔族大叔也開始紛紛勸說他打消這個念頭。你的修為才練體7，現在出去就等於自殺呀！但小玉卻打斷道：“我們剛才就遇到一個正道修士，擁有元嬰期修為，但還是被靈根哥給嚇尿。”吳迪沒想到自己的兒子居然已經這麼強了，但他還是斥喝道：“你仍然是個沒有靈根的普通人，就算你能打敗元嬰期修士，但面對更強的修士，你又該如何應對？不要以為自己已經天下無敵了。”但吳灵根卻怒了：“我对那些天下無敌根本沒有興趣，需要達到渡劫期才能打破這個該死的牢籠。我在這裡連練體7都無法突破，這2萬年裡，老爹你就算被囚禁也一直在努力保護我。現在我已經長大了，該輪到我保護你了。”就在這時，小玉忽然出言打斷道：“
林根哥哥因為一直停留在煉體期，身上毫無魔教氣息，只要不主動承認，外面的人根本無法發現他的魔教身份。但無敵還是堅決反對，不行，萬一林根突破釋放了魔教氣息，那他就死定了。可吳林根卻轉身決然道：“我已經下定決定了，老爹，你不要怪我。”就在吳林根就要離去之時，無敵忽然扔出一個小令牌，只見上面寫着吳林根的名字，下面還有玄天二字。無敵這才開口道：“此乃玄天書院的入門資格證，既然你執意要下山，那這裡可以作為你的首站。”吳林根聞言不由微微一愣，玄天書院那不是號稱正道第一的超級修仙學院嗎？傳聞只要進入，畢業至少可以達到金丹期。小玉覺得這個提議有些危險，但無敵卻表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而且玄天書院內修煉的道路多如繁星，是最有可能找到適合林根修煉道路的地方。吳林根見老爹同意，便開始麻利地收拾行囊，再將自己的健身器材都帶上後，吳林根立即表示现在就出發。而小玉則有些疑惑，這麼珍惜的考試資格，你一個被囚禁的人是怎麼得到的？而无敌卻不打算回答，這個你不必知道，現在的我無法保護林根，去玄天書院修行是我能讓他活下去的最好辦法，而林根身上的秘密就交給你這個準地級別的九尾狐守護了。小玉聞言也沒再多說，準備離開，但無敵卻連忙叫住了他，然後叮囑道：“這個世界已經達到崩潰的邊緣，林根身上隱藏的那股力量必須盡快覺醒，留給你們的時間不多了。”不多時，吳林根就來到了玄天書院，此時書院正在進行招生測試，這麼大場面立即就讓吳林根緊張了起來。而門口的小嘎嘎也在這時開口，入考的學生都要將自己的准考證插入石獅子口中，它會自動識別出准考證的真偽，以及你們中是否有魔修奸細。話音剛落，為首的人就率先伸手進行嘗試，而他沒有問題，順利通過。這下吳林根開始慌了，老爹給的牌子不會是假的吧？我沒修煉過魔修心法，應該不會出事吧？可就在這時，一名被檢測出來的魔修瞬間就被石獅子咬住，而小嘎嘎立馬就示意手下將那名魔修給關起來。接着小嘎嘎就指向吳林根示意道：“下一個就你吧，就你背的大包袱，看起來最可以。”麻利點把准考證塞進去，接着他就將准考證放到石獅子口中。不過經過檢測，他的准考證沒有問題，但石獅子的眼睛猛地發出紅光，然後狠狠的一嘴咬住了他的手。可接着石獅子的頭顱就猛地爆開，小嘎嘎見狀連忙喊人來將吳林根給抓住。這下吳林根徹底慌了，准考證沒問題，為什麼要抓我？但小嘎嘎卻斥喝道：“石獅子感應到魔氣時才會自動攻擊，你還有什麼可狡辯？”吳林根頓時暗暗叫苦，准考證肯定在老爹身上沾染了魔氣。可就在這時，小玉忽然從人群中走出，然後指責道：“事情沒搞清楚就抓人，也未免太隨意了吧？”小嘎嘎立馬就炸了，你一個妖族為什麼要管玄天書院的事？但小玉卻一把抓住吳林根的胳膊笑道：“我是他的護道人。”圍觀群眾立馬驚掉了下巴，畢竟只有大宗門才會存在護道人。而小玉也再次開口道：“既然准考證沒問題，那就仔細看看他的來歷吧。那塊令牌可是傳說中的天下第一宗，就是2萬年前被魔修滅掉的那個，而林根哥現在就是唯一的傳人。正因為這點，准考證上沾染一些魔氣很難解釋嗎？”一旁的子弟也連忙出聲提醒，這小子看來是得到了傳承，現在正道修士和妖族的關係微妙，還是謹慎處理吧。小嘎嘎思索片刻後便開口道：“別讓我發現你們有什麼嫌疑，進去吧。”而小玉見吳林根一副緊張兮兮的模樣，便連忙示意他放鬆點，只要和平時一樣的狀態，就不會有人懷疑你的。不多時，玄天書院內就擠滿了人，這次負責主持的是書院教習梅眼裡，他發現今年新生的質量還不錯，就連合歡宗和御劍宗都送人過來這邊了。那名白髮美女赫然是御劍宗的白帝，她身為11歲就突破築基期的天才，瞬間讓人潮激動了起來。而白帝此時感覺玄天書院的新手根本沒有人能讓他重視，不過除了天才之外，梅眼裡也發現有奇怪的東西混入其中，他斷定這家伙肯定連第一道考核都過不了。接着梅眼裡就從閣樓中躍下，然後大聲提醒眾人集中目光：“我乃梅眼裡，是負責新生考核的教習，接下來我將對你們進行入學測試，通過全部考核的人才有資格成為玄天書院的弟子。”吳林根頓時就感覺這個教習有點眼熟，梅眼裡察覺到他的目光後立馬就怒了：“你小子一直盯着老夫看做什麼？”而吳林根很是老實的指着他身後的鋼絲，然後提醒道：“因為你吊着的絲線有點反光。”梅眼裡立馬就降落到他面前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我很期待你的考核成績。”白帝見狀不由暗暗吐槽：這教習連御空飛行都不會嗎？也太弱了吧。就在這時，梅眼裡忽然猛地暴喝一聲，露出一身健碩的肌肉，然後一臉正經道：“剛才只是為了活躍氣氛，現在將對你們展開測試。”而人群忽然炸開了鍋，這健壯的肌肉還有這駭人的氣勢，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沙包聖體嗎？沙包聖體雖然天生無法主動修煉，甚至不能使用法術，但卻可以通過吸收別人的攻擊，捕捉釋放出來的靈氣為自己所用，也就是敵人多強，沙包聖體的擁有者就有多強，同階以下的攻擊將全部免疫。吴林根沒想到居然還有這種被打才能變强的存在，難道只有受虐狂才能成為修士嗎？眉眼裡這才露出滿意的笑容。接下來你們使用靈氣一人打我一拳，我會根據你們的攻擊來判斷你們的實力、天賦以及未來的潛力。小子，那就先從你開始吧。吴林根在来到他跟前後便提醒道：那你可要準備好，我力气还挺大的。眉眼裡顿時就笑了，就算是化神期的修士都未必能傷得了我，你這個新生就算力气大又何妨？下一秒，眉眼裡就感覺自己的臉部傳來了一陣久違的劇痛，然後身體就跟斷了線的風筝一樣，直接轟穿了書院的牆
牆壁，徑直到飛出了上百米。見此情景，圍觀群眾瞬間就被驚掉了眼珠子，而吳林根的臉色也瞬間拉胯了，他感觉自己這下算是完蛋了。眉眼裡此时已然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了。吴林根當即就轉身詢問：“那個，我這算是通過考核了嗎？”此話一出，周圍的小嘎嘎立馬就迅速遠離他。此時院外，一只巨型的三尾狐狸悄然來到了考核之地。小玉在恢復人形後，立即就發現了吳林根弄出的動靜。小玉頓時就很是滿意的笑道：“不愧是林根哥，一進學校就能引起大家的關注。”此時小嘎嘎們已然炸了：“你不是說話神器以下攻擊对没教習都不會有效果嗎？”而白帝望向吳林根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了凝重，看來隱藏實力的不止我一個呀。就在這時，機巧閣閣主黃綠紅忽然走到了眉眼裡的身旁，接着他就皺眉道：“小家伙，你這一拳的威力可是直逼元嬰後期啊！”話音剛落，眉眼裡突然猛地睜開眼睛，然後一個翻身直接從地上起身，再來到吳林根跟前後，立馬怒斥道：“你這混蛋，我讓你打肚子，沒讓你打臉，剛才的測試不算數，如果還用這種小手段，我就直接判你失去資格。”接着眉眼裡就使出了沙包聖體不動沙包。小胖見狀頓時驚呼出聲，這可是沙包聖體的最強防禦招式，可以將自己全部力量轉換成防禦力。眉眼裡此時也笑了，這可是我用來給渡劫七修士做終極測試的一招，今天你小子就算使出吃奶的力氣也無法撼動。話音剛落，吳林根就一拳狠狠地轟擊在他的肚子上，眉眼裡的聲音頓時戛然而止。眾人見狀頓時驚呼出聲，不動沙包果然厲害，這次居然連腳步都沒有半分移動。黃綠紅則臉色一黑，暗暗吐槽：什麼沒有半分移動？他是站着暈倒了呀！當即他就連忙將眉眼裡帶走，然後示意大家第一輪全部通過了。而眾人也紛紛對吳林根的強大表示讚嘆。就在这時，中麻忽然來到他身旁詢問：沒想到考核裡還有如此強者，我名為中麻，合歡宗第108代傳人，鐵山靠9段，瑤花手4段，興趣是與人雙修。看你剛才表現不錯，我就勉為其難的認你做兄弟好了。而一旁的小胖也出聲詢問：那個能把我們也收為小弟嗎？我是天機門的天極，我能為大哥們提供最精確的情報，還請各位大佬多照顧。恕小弟冒昧，我雖然以收集情報為主，但我卻沒有關於兄台的任何資料，不知你師從何門何派呀？吳林根聞言頓時臉色一變，很是慌張道：我是散修。就在這時，白帝忽然擠出人群朝着吳林根走去，在來到吳林根面前後，他立馬斥喝道：真是個喜歡搶風頭的家伙，我會讓你明白自己與天才之間的差距。說完他就直接扭頭就走。就在這時，黃綠紅忽然開口道：各位都別高興得太早了。接着他就按了一下手中的遙控器，頓時整塊試煉場的地面就開始震動，然後一個密封的建築就拔地而起，其中裝載着各種各樣的戰鬥傀儡，看起來戰力十足，讓眾人直接呆愣在原地。接着黃綠紅就再次開口介紹一下，我乃機巧閣閣主黃綠紅，也是你們第2輪測試的考官。廣場上出現的都是我們機巧閣所制作的機關傀儡，考核期間他們會不斷發射機關暗器攻擊你們，考核時長1炷香，期間只要退出，機關傀儡就會停止攻擊，被命中次數越少，得分也就越高。實力不夠的廢物們，僥倖通關對你們來說可不是什麼好事，因為機關傀儡發射的暗器可都是真家伙。歡迎來到考生的墳場。話音剛落，巨人傀儡就同時噴射出恐怖的光束，這下考生們頓時紛紛驚叫逃跑，場面瞬間混亂了起來。不過這種攻擊速度根本無法擊中吳林根，而黃綠紅發現合歡宗的小子表現很不錯，速度快到極致的幻影鐵山靠在光束中不斷扭動，這種快速的擺動讓人無法偷襲到他的後背，可接着光束就猛地轟中他的胸部。隨後黃綠紅就發現了新的高手，御劍宗那丫頭倒是出人意料的強啊。就在這時，地面突然爆發出一陣轟隆的巨響，只見吳林根一拳狠狠地爆砸在埋在底下的能量輸送管上，這下他終於鬆了口氣，這樣就攻擊不到我了。黃綠紅見狀瞬間就炸了，不要弄錯考點啊，這關是考你的速度啊。吳林根聞言連忙道歉，表示自己不是很清楚考核規則。白帝見狀不由暗暗吐槽，難怪爹爹說男人都是喜歡出風頭的動物。而眉眼裡直接搶過黃綠紅的遙控器開口道：和這種小子就不要廢話了，直接讓他感受這些傀儡的強大不就好了。話音剛落，那些傀儡戰士瞬間完成了變身，小胖見狀頓時驚呼出聲，居然是圓融合體，這種機關傀儡絕對有超過金丹期的實力，這次測試到底還想不想讓人通過呀？黃綠紅也連忙勸說，你這樣太過分了吧，會搞出人命的。但眉眼裡卻冷笑道，有什麼關係，你也不想那囂張的小子通過測試吧。與此同時，機關傀儡已然出手，同時迸射出數道暗器襲向吳林根，但吳林根的動作奇快無比，完美的全部躲閃，雖然他一下都沒中，但他身後的考生卻遭了殃，眉眼裡此時已然瘋了，還能躲是吧？那就再多出動幾個機關傀儡。在他的操控下，吳林根瞬間就被幾頭傀儡給包圍。就在吳林根想要再次出手之時，眉眼裡立馬就斥喝道，臭小子，再損壞傀儡我們就直接判你出局。因為機關傀儡全部圍上了吳林根，其他考生瞬間就輕鬆了下來，而白帝則暗暗冷笑，這就是喜歡出風頭的後果，爹爹說的果然沒錯。眼看那些傀儡已然朝着自己出手，吳林根連忙身子一彎，腳下骤然發力，一躍跳到了半空之中，讓底下的那些傀儡撲了個空。這下眉眼裡二人瞬間震驚了，居然飛起來了，怎麼可能？圍觀的小嘎嘎也傻眼了，他到底什麼境界？御劍飛行起碼要到達金丹期才可以吧？而小胖一眼就看破了其中的奧妙，不對，他不是在使用靈氣飛行，他完全是靠腳力跳起來的呀，而且他還在利用不斷向下踩踏的力道抵消掉下落的重力，
完全不敢相信他的肉體強度到底有多强。此时梅眼里已然陷入了疯狂狀態，肉體再強也有極限，保持制空不可能持續太久，全給我朝着他下落的位置攻擊。見此情景，吳靈根立即就暗暗焦灼，不能破壞傀儡，被擊中還會扣分，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？接着他就發現正在不遠處處理暗器的白帝，旋即他就一腳踩到射來的暗器上，然後借力朝着白帝衝去。眼看吳靈根不斷靠近，白帝瞬間就慌了，他突然靠近我是要幹什麼？難道這家伙就是爹爹所說的色狼嗎？就在白帝下意識劈砍掉暗器的時候，吳靈根迅速躲到了他的身後，完美利用白帝的格擋技巧將暗器全部躲開。被當作擋箭牌的白帝瞬間就震怒，但吳靈根很是靈巧地躲開了他憤怒的一劍，白帝立馬就升起想要將他給幹掉的衝動，而吳靈根連忙拔腿就跑。梅眼裡見吳靈根被左右夾擊，立馬就笑了，我看你現在還怎麼逃？就在這時，吳靈根忽然發現梅眼裡嘴裡叼着的香，頓時他就回想起了考核規則，當即吳靈根就停下腳步，猛然轉身，然後骤然張開嘴巴瘋狂吸氣，接着一道恐怖的颶風就從吳靈根的嘴中噴發而出，強大的風力瞬間就眾人給掀飛。梅眼裡完全搞不懂吳靈根是在幹嘛。在颶風消散後，梅眼裡立馬開口道，別以為你口氣大點就可以通過測試。但吳靈根卻擺了擺手道，沒教習，我可以打斷一下嗎？考核用的香好像燃盡了。黃綠紅聞言不由暗暗心驚，是剛才那口氣吹的香加速燃燒了，這小子的身體到底是什麼情況？就在這時，小胖忽然激動地大喊，不對，靈根老大還有其他更深層次的目的。靈根老大這時在給大家爭取福利啊！尷尬不已的白帝連忙轉身就溜，還放下狠話，絕對不會放過吳靈根。就在這時，一道蒼老的聲音忽然響起，已經多少年了，真的好久沒遇到過這麼有趣的新生了。今年的新生考核真是勃勃生機，萬物競發呀！但眾人卻覺得他看起來很是不靠譜。胖子卻很識貨的激動道，這就是傳說中的赤焰修羅雨天行。傳聞雨天行可是在2萬年屠殺無數魔修高手的恐怖存在，其殺法果斷讓正道修士都為之震驚，那一頭紅髮都是被魔修的鮮血所染。雖然這些話聽起來很牛逼，但眾人卻發現他那標誌性的紅髮是假的。就在這時，雨天行忽然詢問道，小家伙，你叫什麼名字？而躲在暗處觀察的小玉也有些慌了，玄天書院的院長怎麼會突然出現？而且靈根哥上來就把人家得罪了，必須及時挽回才行。隨後小玉就傳音給了吳靈根，靈根哥，可以聽到我的聲音嗎？你剛才把院長的假髮吹掉了，趁他沒反應過來幫他戴好。而雨天行在得知吳靈根的名字後，便開口道，我知道靈根的做法確實有些胡鬧，但為人師表應該大度，如果你和本院長一樣強，還會有事嗎？說到底還不是你學藝不精。而吳靈根立即就察覺到這是絕佳的時機，一個瞬間就撿起地上一坨紅彤彤的東西拍在院長的頭頂。雨天行頓時就猛地瞳孔一縮，剛才他的速度是怎麼回事？要不是我眼力好都無法發現。而吳靈根很是爽朗的開口道，院長你掉了東西，幫你撿回來是我應該做的。就在這時，眉眼裡突然臉色驟變，發出一道驚呼，雨院長你好像受傷了。這下小玉瞬間就炸了，你倒是把假髮和暗器分清楚再動手啊。而眉眼裡頓時怒不可遏地揪起吳靈根，你這混蛋居然還敢襲擊院長。可雨天行卻淡笑道，你們真以為這種小東西可以傷到我嗎？這都是本院長在故意考驗而已。吳靈根聞言不由眼睛一亮，不愧是玄天書院的院長，這樣都沒事。而雨天行很是裝叉道，区暗器拔下來不就好了？可他這一拔，腦袋瞬間就噴湧出一道噴泉，這下他徹底站不住了，瞬間癱倒在地。眉眼裡立馬就將院長抱住，驚呼出聲，雨院长你沒事吧？而黄綠紅站出來宣布道，還留在場上的都算作通過第2輪了，第3輪分班測試將會在明天正午開始。然後2人就連忙將雨天行搀扶起來，焦急道，丹藥堂，快把院長送到丹藥堂。在2人離開後，那些傀儡機關突然再次發起了暗器襲擊，而暗處一名教習忽然露出了一抹冷笑，然後暗暗竊喜道，沒想到你還自己送上門來了。不多時，吳靈根就離開了學院。為了應對明天考核，他很是努力的瘋狂鍛鍊，而小玉也開口提醒，接下來的分班確實很關鍵，只有到了更好的班級才能獲得更多的修煉資源，不過勞逸結合也很重要，讓我來給你塗點紅花酒，疏通一下經絡吧。說完，小玉就直接朝着吳靈根飛奔而去，但他卻突然絆倒了，直接跌入吳靈根的懷中。與此同時，白帝正氣急敗壞的走在路邊，他一想到吳靈根就暗暗來氣，混蛋家伙，我一定要讓你付出代價。就在這時，不遠處忽然傳出一道呐喊，引起了他的注意力，他不禁好奇地走進屋子，定睛望去，再看到窗戶上那可怖的人影，他立馬臉色骤變，吳靈根在房間裡幹什麼呀？他不由暗暗否認，不對，吳灵根才剛來玄天書院，怎麼可能會在房間裡殺人？一定是我奇猛啊！靜下心來再仔細看看，但這可是證據確鑿了呀。與此同時，吳靈根正拿着高達3000斤的玄鐵繩在猛跳，而小玉有些惋惜道，可惜治療外傷的紅花酒被我弄灑了，還是先把酒水擦乾淨吧。可就在這時，小玉一不小心腳下一滑，而白帝已然靠近窗戶，準備先把屋裡的女孩子救出來。接着窗戶就響起砰的一聲，小玉整個人就摔倒了窗戶上。這下白帝徹底嚇尿了，他感覺現在救人已經晚了。而吳靈根見小玉摔倒，便連忙上前詢問有沒有事，而小玉並沒有受傷，不過是身上的衣服被紅花酒給弄髒而已。這濕漉漉的一幕不由讓吳靈根臉色一紅，然後連忙轉身幫小玉找件換洗衣服。可就在這時，白帝猛然衝進屋內大喊，你這個殺人狂魔，還不束手就擒！正準備給小玉遞過去衣服的吳靈根瞬間就懵逼了，白帝整個人都
都傻了，你居然连屍體都不放过。而吴林根也已經慌了，难道他已經發現我的魔教身份了吗？白帝此时已经不打算跟吴林根廢話，抬手就使出凌霄劍絕殺向吳林根。不過這種程度的劍氣根本傷不到吳林根，白帝瞬間就被吴林根的速度給震驚到。不過他再次凝聚劍氣，猛然使出自己的最強一劍，但吳林根卻抬手一拳將剑氣給轟穿。這下白帝徹底傻眼了，居然靠肉身打碎我的劍氣。接着吳林根的身形就一閃，來到了他的身後，然後抬手一記手刀打在他的脖颈處，白帝瞬間就失去意識，直接摔倒在地。吳林根不由一臉慌張道：“對不起，我的身份真的不能暴露，只能這樣做了。”而小玉則面露震驚，居然連這招都用上了呀！所謂記憶清除手刀，便是將力量灌注於手掌，並且通過攻擊直接將力量作用於敵人的腦部，最終達到影響他人記憶的效果，俗稱將人給打傻了。現在趁着他暈過去，趕緊把他送回去吧，被人發現就麻煩了。吳林根連忙穿好衣服，將白帝給搀扶了起来，趁着四下無人，快速帶着他在夜色下飛奔。在走了一圈後，吳林根才大概找到了白帝的住址附近。就在這時，白帝突然恢復了意識，我這是怎麼了？吳林根下意識的抬手又是一記手刀，見白帝再次昏迷，他這才鬆了口氣。但他又遇到了新的難題，他根本不知道这女人住的是哪間屋子，而這一幕剛好被路過的胖子給看到，他不由暗暗震驚，林根老大和白帝這是什麼關係啊？於是吳林根就隨便找了個沒人的房間，將他放到床上。他感覺這個房間沒人，想來他應該是住在這裡的。而昏迷的白帝也在這時緩緩醒來，吳林根頓時下意識的又給了他一發記憶清除手刀。吳林根對此很抱歉，但他真的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不過他也擔心這樣會不會搞亂白帝的記憶，但這也比被發現全家死光光要強。接着吳林根就發現這個房間很是雜亂，然後又看到地上留下的腳印，於是他就連忙拿起拖把，不能讓現場留下任何痕跡，他乾脆就直接把房間收拾下好了。與此同時，玄天書院某個涼亭內，一名少年忽然開口道：“既然到了，就別躲躲藏藏了。”不遠處的水潭底下立馬就竄出一個人，不愧是我們蕭家年輕一輩的翹楚，這都被你給發現了。蕭火火頓時就沒好氣道：“沒有什麼事情能逃出我的法眼。”蕭春霍當即就開口道：“廢話我就不多說了，找你過來其實是想要你幫忙解決掉一個新生的，只要你幫我的忙，競選下一任家主的時候，我會全力支持你。那個人你也見過，就是那個吳林根。”蕭火火聞言立馬就露出了笑意，原來是那個囂張的小子啊！蕭春霍當即就再次開口：“我會在抽籤的過程中做一下手腳，你只要在考核過程中失手幹掉他就行了。”蕭火火很是乾脆的答應下來：“沒問題，但別忘了你對我的承諾。”蕭春霍卻再次開口道：“還有一件事要請你幫忙，我的腳被一條碧水蛟纏住了，能不能先救我一下？”蕭火火見狀頓時就暗暗吐槽：這樣的人到底是怎麼當上蕭家長老和玄天書院教習的呀？下一秒，蕭火火就猛然飛速衝出，隨着數道劍光劈落，碧水蛟瞬間被分成數段。在蕭春霍離開後，蕭火火的戒指中忽然飄飛出一道靈魂。那個吳林根可沒你想象的那麼簡單，今天他表現出的力量，就算是我全盛時期都很難達到，你可沒那麼容易勝過他。但蕭火火卻笑道：“這世上不會有任何人可以擊敗我，因為我蕭火火可是堂堂穿越者。”原來他本來只是藍星上一個普通的學生，因為意外穿越到了這個修仙世界，並且還成為了蕭家一名不起眼的廢物少爺。然而在一次意外中，他獲得了藏有丹老的戒指，從此開始了他的逆襲之路。當即蕭火火就一臉自信道：“有如此主角模板的我，再強的對手也不過是我進階之路的踏腳石而已。”說完他就暗暗冷笑了起來，雖然和你無冤無仇，但被我擊殺便是你作為配角的最終結局。與此同時，吳林根已經將整個房間給打掃乾淨，於是他就直接關門返回自己的住所。可就在他離開不久後，蕭火火突然來到了房門前，望着煥然一新的房間，他頓時震驚了，這是怎麼回事？然後他就注意到躺在床上的那道倩影，蕭火火連忙走到床前仔細一看，這下他徹底不淡定了，這人不是御劍鋒的白帝嗎？不愧是年輕一輩的夢中女神，睡顏都這麼漂亮。不對啊，現在不是犯花痴的時候，一個女孩子大半夜來幫我打掃房間，並且還躺在我睡過的床上，那麼結論只有一個，她一定是喜歡我。前世我可沒少看漫畫，像我這種主角一定會有女主倒貼，白帝難道就是我的天命女主嗎？話說白帝怎麼這麼久了還沒清醒過來？而丹老這才解釋道，這丫頭的神識似乎有些損傷，這才導致無法清醒過來。蕭火火聞言立馬就感動道，白帝為了打掃我的房間，居然耗費了這麼大的心力，不過還好我以前曾學過不少急救措施。說完，蕭火火就猛然蹲在床邊，然後緩緩朝着白帝的嘴湊了過去。剛清醒的白帝看到這一幕，瞳孔迅速擴大，接着整塊區域就猛然響起響亮的巴掌聲。白帝很是憤怒地斥喝道，登徒子，別讓我再看見你。而蕭火火對此很是不解，明明對我也有意思，為何還要出手傷我？我明白了，這世界的女子生性保守，我上來就人工呼吸，還是太刺激了嗎？丹老卻沒好氣道，你為什麼覺得白帝一定是喜歡你，而不是單純的走錯房間了呢？蕭火火卻一臉自信道，因為我就是天生的主角。此時白帝很是疑惑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別人的床上，我記得自己明明是在和吴林根对峙才对啊。对了，我想起來了，吳林根好像是在利用屍體修煉，他肯定是魔修，沒想到我無意間發現了這麼大的秘密，這麼想來剛才的房間裡那人很可能是和吳林根一夥的。大膽賊人居然敢潛入我玄天書院，我一定會找到你是魔修的證據。當即白帝立馬就對天大吼一聲，吳林根，你給我等着。一日一早，玄天書院的演武台已然人潮湧動，一眾考生很是奇怪，為何考核還沒
開始，而吳林根很是緊張的瘋狂在鍛鍊自己。小玉見狀連忙上前勸說他不要那麼緊張，憑他的實力肯定能進入重點班級。而白帝卻一臉憤然道：可惡的吳林根還在這裡裝腔作勢。圍觀群眾立馬就好奇白帝跟吳林根之間的關係，而胖子卻賊兮兮的笑道：看來你們都不清楚其中的內幕啊，白帝跟林根老大的關係可比你們想象的還深。就在胖子說得起勁的時候，一柄長劍骤然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接着就傳出消火火充滿杀气的声音：不要污蔑白帝。說完他便没再理会胖子，直接轉身就走。众人見狀立馬就疑惑了，這人怎麼突然生氣了？該不會是白帝小姐的舔狗吧？而丹老爺很是不解，但消火火卻堅定道：白帝可是我的天選女主，怎麼可能會和一個路人產生關係？就在這時，院長帶着2名教習來到了演武台之上，宣布第3場考核現在開始。梅艷禮當即就開口道：本場擂台考核生死勿論，目的是考驗你們在實戰中的表現，並且根據你們在擂台賽上的表現安排合適的班級。而宇天行院長則會親自審核考核過程。第3輪為對抗測試，所有考生現在就可以抽取自己的對陣號碼了。話音剛落，一眾考生就開始排隊抽取號碼。就在吳林根準備伸手進箱子的時候，躲在暗處的肖春霍立馬露出了笑意，然後將手裡的飞劍扔了出去。接着吴林根就發現自己手裡多了一張紙，上面寫着大大的數字38。肖火火不禁疑惑道：你的本命飞剑碎了真的沒問題嗎？但肖春霍卻大咧咧地表示自己沒事。但肖火火卻疑惑道：我好像並沒有跟那小子分在一組，你不會是搞錯了吧？可肖春霍卻很是裝叉道：這你就不懂了，那小子不知道修煉了什麼功法，確實有幾分實力在，我第1輪不讓你和他一組，就是故意找人試試他的深淺。與此同時，一個身材魁梧的男子來到了吳林根的身後：你就是和我對戰的人嗎？都沒踏入練氣期的弱雞，我看你還是直接投降算了。胖子見狀頓時驚呼出聲，沒想到林根老大第一個遇到的對手竟然是他。此人名為王鐵柱，是江湖中有名的殺手，傳聞只要是看過他出招的人，沒有人可以站着離開。如此強者，不知道林根老大能不能應對啊？而王鐵柱居高臨下的冷笑道：你前2輪的考核我都看在眼裡，不過是天生有幾分力氣的垃圾罷了。現在的我便是練氣巔峰，只差一步踏入築基，到了擂台上，我都害怕一棒子敲死你了。小玉見狀當即就要發怒，但吳林根卻攔住了他。王鐵柱頓時就冷哼道：怎麼，你不會現在就想和我比劃比劃吧？但吴林根卻挠了挠頭，老實巴交道：不好意思，我的灵根確實太差了，不過即便我再怎麼弱小，也有不得不戰鬥下去的理由。王鐵柱聞言立馬就冷哼道：那你就等着在擂台上被我幹掉吧。而小玉則一臉花痴樣：林根哥，你剛才說的話真是太帥了。不一會，王鐵柱就走到了肖春霍2人附近，在路過肖春霍身旁時，他立馬沉聲道：別忘了，如果我真的幹掉那小子，就要給我安排到玄天書院的重點班級去。見肖春霍點頭，王鐵柱這才安心離去。肖火火見狀不由眉頭微皺，希望那吳林根不要在第1輪就被幹掉吧。不多時，抽籤就結束，第1組對戰開始。1號選手白帝率先走上了演武台，他的對手是來自合歡宗的中麻。中麻一上場就果斷提出雙修邀請，台下的肖火火立馬就冷笑一聲：居然敢覬覦我的女人！中麻这個名字我記住了。很快院長就宣布比賽正式開始，而中麻則發出自信的大笑：看來我只能展現我真正的本事才能征服你了。幻影鐵山靠之引流分身，胖子見狀立馬就驚呼出聲，居然依靠快速晃動產生真假難辨的分身，合歡宗的武技果然了得。而台上的中麻也露出了笑容：無法分清我的真身，你就永遠沒辦法戰勝我。可白帝卻只是稍微瞥了一眼中麻的腳底，就發現可真身是哪一個，當即白帝就給了他一記斷子絕孫特。中麻立馬就怒了，居然偷襲那裡，真是卑鄙。不過我騷擾別人可不止1次2次了，對這招可是早有防備了。既然你不接受我的好意，那可就別怪我辣手摧花了。說完，中麻就帶着手搓灵氣球衝了出去。可白帝的速度很快，中麻根本碰不到他的衣角。吴林根不由好奇道：他直接将灵气球扔出去不是更方便吗？小胖当即就開始知識科普，修士的等級越高，能釋放出的靈氣才能越多越遠，像咱們練氣築基的修士能在體外凝聚靈氣就已經不錯了。一聽這話，吳林根立即就發現小玉和老爹他們果然都很強。與此同時，白帝在經過一番躲閃後，很是不耐煩的一拳將那枚灵氣球擊飛，可中麻卻猛地拉開了距離，然後在靈氣球落下的瞬間，一拳轟在了能量球上。不過白帝在危機時刻還是躲了過去，可中麻卻瘋狂扭動來操控那枚灵氣球。胖子見狀立馬就解釋道：這是合歡宗特有的秘法，可以利用少量靈氣形成絲線，操控釋放在體外的大量靈氣進行攻擊。眼看那枚凡人的靈氣球怎麼也甩不掉，白帝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拔出了腰間的佩剑，只見数道劍光一閃而逝，那枚靈氣球瞬間就被劈散。而中麻的褲襠也在這時驟然崩裂，他連忙捂住下體跪倒在地，沒想到你居然能如此輕易破開的我的靈氣球攻擊。說完，中麻就因為疼痛直接一頭栽在地上。吳林根見狀立馬就暗暗咆哮：你到底在用哪裡來操控的呀？在裁判宣布了結果之後，白帝就乾淨利落地轉身下台。吳林根沒想到修仙者之間的戰鬥居然是這樣的。就在這時，一個拿着大雞腿的女孩忽然從人群中擠出，接着女孩就忽然開口道：那就是白帝小姐嗎？不愧是年輕一輩的第一女修，我要是也能這麼強就好了。吳林根在看了女孩一眼後，就不由就驚呼一句：好大呀！此話一出，小玉也猛然注意到了女孩的身材，她頓時就暗暗嘀咕道：原來林根哥喜歡大的嗎？而女孩也注意到了吳林根那灼熱的目光，她當即就走到吳林根身旁
忙詢問：“你好像很饞的樣子，要吃嗎？”雖然吳林根嘴上說着不好意思，但還是忍不住的接過了那根大雞腿。小玉見狀不由感覺到壓力陡增，我居然還沒有一個外人了解林根哥。吃了幾口肉後，吳林根才反應過来，对了，還沒有問你的名字呢。女孩頓時就笑嘻嘻的自我介紹起來：“我叫慕容嬋，是玄天書院去年考入的學生。”小玉頓時就感到有些驚訝：“那你豈不是學姐？你是来看新生筆試的嗎？”慕容嬋不僅有些尷尬道：“我其實是因為成績太差而留級，所以才來參加第3場分班考核。如果這次考核成績不理想的話，我可能會被學院直接開除。”而一旁的小胖顯然認識慕容嬋的大名，他忽然開口道：“慕容師姐是出自著名的煉丹世家，其家族成員在整個九州都備受尊捧，而慕容師姐更是在煉丹的基礎上開闢的煉丹為食。簡單來說，就是煉丹所需的材料煉制成美食，並且還不影響服用效果。”吳林根聞言頓時臉色一震，那豈不是說我剛才吃的肉就是靈丹嗎？旋即吳林根就連忙抱歉道：“我還以為只是普通的肉，這樣不要臉吃你的肉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慕容嬋卻毫不介意道：“沒事啦，我可見不得有人餓肚子。”吳林根瞬間就被慕容嬋給迷住，他感覺慕容嬋簡直就像是天使下凡。與此同時，白帝已經從演武台上走了下來，而慕容嬋連忙上前懇請道：“白帝小姐，我一直很仰慕你，可以給我一份簽名嗎？”雖然慕容嬋一臉的真摯且誠懇，但白帝卻直接無視：“簽名還是不必了，而且我要提醒你交友需要謹慎。”接着白帝就指着吳林根惱怒道：“你昨晚對我做的事情，我一定會查出真相的。”四周的小嘎嘎見狀立馬就開始議論起來，這個吳林根好像真的和白大小姐有關係啊，難道真的關係不淺嗎？而慕容嬋也不由激動的詢問：“你真的和白帝很熟嗎？請一定要引薦我們認識，我真的很想變得和他那樣強大。”與此同時，裁判在喊了幾聲慕容嬋的名字後，卻發現沒人上台，他立馬就憤怒地朝慕容嬋開口道：“沒聽到我在叫你嗎？還不快點上台準備筆試！”此話一出，慕容嬋連忙就快步朝着演武台跑去，而小玉則很有心機地勸說道：“這慕容嬋看起來奇奇怪怪的，林根哥你還是少和他來往吧。”但吳林根卻感覺一個能如此關心陌生人的人，應該不可能是壞人。而慕容嬋在來到演武台上後，裁判立即告誡道：“這是你最後一次不考機會了。”而慕容嬋也明白自己這次必須要贏，只有這樣才可以留校重讀，他絕對不能再回去曾經那個地方了。隨後慕容嬋的對手也走上了演武台，他的對手赫然是36號選手萧火火。校長宇天行没想到慕容家的丫頭居然混在了新生分班測試裡，而黃綠紅則沒好氣的解釋，他幾乎所有考核都不及格，就連擅長的煉丹測試也搞得一團糟，只能讓他留級重讀了。如果分班測試他還是一場不勝，那只能考慮讓他退學回家了。而小胖則感覺慕容學姐這場筆試怕是凶多吉少，雖然她可以練出厲害的丹石，但本身卻沒有任何戰鬥手段。不多時，筆試就正式開始了，而慕容嬋為了贏下比賽，率先發起了衝擊，蕭火火卻並沒有把他當一回事。根據他閱片無數的經驗，他感覺自己絕對會以碾壓的姿態獲得勝利，在戰後妹子會因為感慨於他的實力，然後投懷送抱，成為他後宮中的一員。然而就在他胡思亂想之際，慕容嬋已然衝到了他的跟前，然後毫不留情的一拳狠狠暴砸在他的臉上。底下的眾人沒想到蕭火火居然就這樣站着被人家揍，而吳林根則猜測他可能想起了什麼高興事情。不過蕭火火依舊很自信，他並不認為自己會輸，但慕容嬋可不管他，很是果斷的再次出拳準備痛打落水狗。但同樣的招式對蕭火火顯然沒用，蕭火火很是隨意的就將慕容嬋給扔飛，而慕容嬋卻在空中翻騰之後就穩穩落地，然後冷哼一聲，再次衝向了蕭火火。但蕭火火卻邊躲邊笑道：“放棄吧，普通的拳腳功夫這輩子也打不中我。”持續的攻擊很快就讓慕容嬋累到气喘吁吁，但為了贏下比賽，他直接拿出了2個大雞腿，然後就這樣一口氣全部塞到嘴裡。胖子立即就明白慕容嬋這是在使用靈氣食物強行提升自己的戰鬥力，但這種食物可是實打實的丹藥，一次性吃下這麼多，很可能會爆體而亡。果不其然，慕容嬋在吞下雞腿後，身體立即就爆發出強横的气流。不過慕容嬋本人卻沒什麼事，只是衣服上破了幾個大洞。這下底下的男觀眾瞬間就開啟了噴血模式，就連蕭火火也不例外。但他還是冷靜的開口道：“就算臨時抱佛腳，你也不可能打敗我。”但慕容嬋卻並不打算就這樣認輸，他沒有廢話，驟然爆發出強橫的力量再次衝出。雖然蕭火火及時躲開了攻擊，但地面卻被一拳轟碎。這下蕭火火也知道自己不能繼續玩了，現在慕容嬋爆發出的實力絕對不止練氣期了。而慕容嬋在調整好身形後再次蓄力出拳，但蕭火火也終於認真了起來，直接甩出了自己的武器。在慕容嬋拳頭轟落之際，蕭火火及時用內柄長尺將其擋了下來。可現在慕容嬋的力量已然暴漲，巨力瞬間將蕭火火給轟飛了出去。眼看吳林根露出了崇拜樣，小玉當即就開口打斷，他不過是強行激發了自己的實力上限而已，而且以他這種強度的戰鬥來說，是堅持不了1刻鐘時間的。果不其然，慕容嬋此時已然累得有些气喘吁吁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贏了。就在这时，烟霧中忽然傳出萧火火的声音：“沒想到我堂堂主角居然會被土著妹子逼到這種程度，看來我有必要讓你見識一下我的真正實力了。”只見他以極快的速度圍繞着慕容嬋飛奔，快到出現了無限殘影。趁着慕容嬋分神的間隙，他果斷一躍而起。吳林根見狀連忙大喊：“小心上面！”聞聲，慕容嬋立馬就抬頭望去，在發現對方的襲擊後，他連忙往後一躍，堪堪躲開了攻擊。眼看慕容嬋快步拉開距離，蕭火火直接
接就換出一朵火蓮，冷哼道：“休想逃走！”下一秒，他就猛然掷出手中的清新火蓮，砸向慕容嬋。火蓮在觸碰到他的瞬間就猛地炸開，恐怖的烈焰立即就將他灼燒的哀嚎連連。不過這一發火蓮絲毫並沒有對他造成多大傷害，只是讓衣服破開了幾個洞。與天行二人見狀不由詫異道：“沒想到這少年居然擁有青蓮異火，看來這場比試已經沒有懸念了。”而蕭火火也不禁發出了冷笑：“怎麼還不投降嗎？”但慕容嬋沒有說話，而是直接從身上掏出一瓶東西直接灌了下去。在喝完的瞬間，他的體內就奔湧出雄厚的力量，然後腳下一踏，再次殺向蕭火火。這一次慕容嬋的力量和速度都得到了極大的強化，本來強勢的蕭火火立即就陷入了只能被動招架的局面。吴灵根見狀不由疑惑道：“慕容學姐的气勢突然变強了，她这是突破了嗎？”小玉卻沒好氣道：“怎麼可能？她之前就用丹藥激發了身體潛能，現在更是強行靠丹藥突破了上限，現在的她完全就是在燃燒生命。”此時的慕容嬋已經陷入了瘋狂狀態，心中只有一個信念，那就是不能輸。而蕭火火被壓制的也有些惱火了，當即他就再次催動青蓮異火，然後以他為中心爆炸開來。慕容嬋猝不及防之下瞬間就被炸飛，而蕭火火則趁機迅速抄起巨尺準備再次發起攻擊。雨天行見狀連忙催促道：“要出人命了，你還愣着幹嘛？快去阻止比試啊！”不過此時已經晚了，蕭火火已然劈出了青蓮旋風。裁判見狀連忙出聲大喊：“停手！比試到此為止！”可已經為時已晚，根本來不及阻止了。而慕容嬋身在半空，根本無法躲開這一尺子。一時間，他不禁回想起自己被父親責罵的回憶，只因他所烹飪的食物根本不被家裡人待見，甚至還被認為是邪門歪道，只會導致家族名聲受損，也因此他才會被家裡人送往玄天書院。所以從那天開始，慕容嬋就發誓一定要證明自己做的食物不比丹藥差。可他沒想到自己到頭來還是什麼都改變不了。然而就在他閉目等死之際，一根手指突然抵在了那柄巨尺身上，很是輕鬆的就接下了這一擊。接着吳靈根就開口道：“慕容學姐是好人，你不可以傷害她。”而蕭火火卻發現自己居然收不回那柄尺子了，當即蕭火火就怒了：“你小子膽子倒是不小嘛！”而裁判也在這時衝了上台，比試結束，都下場吧，這場比試的勝者就是你了。蕭火火聞言，蕭火火這才滿意的轉身離去，然後很是裝逼的將那柄巨尺收回，再次開口道：“下場你可一定要贏啊，不然我都沒辦法親手解決你呢。”吳靈根聞言立即就點頭道：“我會努力通過第一輪測試的。”就在這時，慕容嬋忽然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聲，吳靈根連忙伸手關切道：“慕容學姐，你還好吧？”慕容嬋則有些惋惜道：“只可惜我拼了命還是贏不了一局。”說完，他就開始劇烈的咳嗽起來。就在眾人以為他身負重傷準備尋找藥物的時候，他卻表示自己沒事，只不過吃撐了，所有吐了而已。吳靈根當即就上台準備將他帶去休息室，可裁判卻表示下一場比賽就輪到他了，而他的對手正是赫赫有名的王鐵柱。這下吳靈根只好讓小玉先將慕容嬋帶下台。很快雙方就登上了擂台，比試正式開始。而王鐵柱卻很是裝叉道：“你居然還敢站在這裡，連最後活下去的機會也放棄了嗎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只好讓你去死了。”底下的慕容嬋立馬就有些怕了，這鐵柱光是重量就相當驚人，可小玉卻絲毫不慌地開口：“任何攻擊都不會讓靈根哥倒下的。”而此時吳靈根也對王鐵柱很是好奇，他到底會使出怎麼樣的招式呢？只見王鐵柱突然猛地暴喝一聲，然後開啟爆衣模式，伴隨着一陣煙霧轟然炸開，王鐵柱瞬間開啟了鐵柱亮武模式。這番操作瞬間讓底下的觀眾紛紛吐血，就連黃綠紅也表示如此辣眼睛的招式簡直有辱玄天書院的名聲。可院長卻沒好氣道：“笨蛋，辣眼睛只不過是表象而已，沒察覺到所有人的情況都不太對勁嗎？”果不其然，此時吳靈根感覺身體無比的難受，而王鐵柱也趁此時機飛速抄起武器向他殺去。不過吳靈根還是很艱難的躲開這一棍，但王鐵柱果斷乘勝追擊，鐵柱旋風舞驟然瘋狂揮出。此時慕容嬋已經明白了王鐵柱的意圖，即便他行為再惡心，也不可能讓人難受到這種程度。真相是他的行為都不過是煙霧彈，真正的手段是他的那根鐵柱可以在暗中釋放毒煙。王鐵柱聞聲立馬就冷笑出聲，現在意識到已經太晚了，整個擂台周邊都已經被我的毒煙籠罩，這場比試我已勝券在握，生死擂台任何手段都是理所當然事，你就在痛苦中死去吧。此时吳靈根感覺身體根本使不上力氣，腦袋也疼得很，甚至就連眼前的景象都開始出現了重影。而王鐵柱則再次笑道：“現在的你連一成力氣都使不出來，還是讓我快些結束你的痛苦吧。”下一秒，王鐵柱直接一柱子就暴砸在吳靈根的腦袋上。眼看吳靈根並無大礙，王鐵柱立即使出鐵柱亂舞，肆意用鐵柱暴砸吳靈根。此時的吳靈根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。台下的慕容嬋見狀連忙開口道：“靈根，不要再打了！”就連小玉也忍不住大喊，讓裁判快點叫停比賽。可裁判卻直接拒絕，吳靈根還有反擊能力，還不能叫停。此時的吳靈根已然淪為了沙包，根本沒有還手的餘地。而台下的白帝也目不轉睛地看着這場比賽，然後有些意外地感嘆道：“就這點實力嗎？你真是讓我失望啊！”此時王鐵柱感覺時機差不多了，直接用出全力狠狠暴砸在吳靈根的頭上。可這一擊卻沒有讓吳靈根失敗，但王鐵柱卻凝聲道：“就以你現在這點力氣，還想要反抗嗎？”而吳靈根卻一臉認真道：“就是因為我現在使不上力氣，所以這一拳我必須用出現在的全部力量。”這下王鐵柱徹底笑了：“就你這軟綿綿的拳頭，你真的以為可以傷到我嗎？”話音剛落，吳靈根的拳頭就已經觸碰到他的腹部，頓時一股恐怖的巨力
就從拳頭上爆發而出，無形的拳勁透過王鐵柱的身體不斷向身後爆射而出。這恐怖的一幕，就連台下的觀眾都被嚇傻了。而原本胜券在握的王鐵柱已經口吐白沫，再也笑不出了，頓時他的身軀就失去意識，直接癱倒在地。而吳林根這才抹了抹頭上的番茄醬，淡然道：“我贏了。”就在吳林根準備下台之際，王鐵柱忽然不甘地詢問：“你不是中毒了嗎？為什麼還能如此輕易地擊敗我？”而吳林根卻直白道：“這就是我被削弱後的力量啊！”王鐵柱不由感嘆，這簡直就是個怪物。裁判這才開口宣布勝者是吳林根，而院長與天行這才示意黃綠紅將毒煙給解掉。只見黃綠紅隨手扔出一個綠色盤子，然後拿個圓盤就開始嘩啦啦的噴水，底下那些吸入毒物的觀眾瞬間就恢復了正常，而吳林根也終於感覺自己的力量恢復了。就在這時，慕容婵忽然跑上台恭喜他獲勝，甚至還將他埋入自己的胸口，誇讚道：“你比我想象的還要厲害呢！”見此情景，小玉立馬就火冒三丈，連忙跑到二人身邊，一把按住慕容婵的肩膀，直接分開二人，並警告他不要離林根哥這麼近。與此同時，蕭火火已然妒忌到了極點，可惡，被美少女包圍的人應該是我猜對。而蕭春霍則臉色凝重道：“這小子的實力確實超乎我的想象，你對上他真的沒問題嗎？”可蕭火火卻直接催動一火，冷哼道：“我的字典裡可沒有輸這個字。”就在這時，一道人影忽然來到他身旁，並表示在校園裡縱火要罰款500靈石。聞言，蕭火火立馬就怒了：“你算什麼東西？憑什麼罰我的靈石？”而蕭春霍連忙出聲提醒：“這人可是管理學院的風紀，而且還是院長的二大爺，可不好惹呀。”沒看到院長正看着這邊嗎？於是蕭火火只好忍痛交出500靈石，可沒想到男子卻再次給出罰單，惡意襲擊學院管理人員，罰款1000靈石。蕭火火連忙強壓下憤怒，表示自己交。在男子離開後，蕭火火立馬暗暗發誓，院長和這老頭對我做的事情，我以後一定會加倍討回。還有你，吳林根，把我的妹子都搶走了。與此同時，吳林根突然感覺到渾身冒出了一陣冷意，而一旁的小胖很是崇拜道：“林根老大威武，居然连5星殺手都能輕鬆擊敗，托你的福，我手機到不少關於王鐵柱的資料，在黑市上肯定能賣不少錢。”而裁判也在這時出聲道：“那邊的小胖子還愣着幹嘛？你是第1輪的最後一場戰鬥了。”聞聲，小胖連忙快步走上了擂台，而他的對手是一頭紅髮的雨家學。黃綠紅見狀不由詢問道：“這少年不是院長您的孫子嗎？”而雨天行則點了點頭道：“這小子生性頑劣，不願學習我家族秘傳的功法，我只能將他送入學院了。”吳林根當即就連忙出聲提醒：“對方可是院長的孫子，你不會被打死吧？”可胖子卻自信道：“雖然我自身戰鬥的能力一般，但補充的情報可以彌補我們實力間的差距。作為於院長的孫子，我可是有不少關於你的情報。配合我天機門的秘術，這場比試我可不會束手就擒。”話音剛落，胖子立即就使用神術打開了自己的天眼。吳林根見狀不由訝異道：“田吉這招好像挺厲害的樣子。”小玉則出言解釋道：“這招是天機門可以窺破天機的秘術，據說能修煉成此術的天機門弟子萬中無一。這小胖子倒是有點東西。”而雨家學也快步衝出冷笑道：“有點意思，那就讓我見識下天眼開的效果吧。”而胖子很是果斷地使用天機推演。根據天机推演出的信息，雨家學使用拳腳功夫的概率為1成，使用火系遠程攻擊的概率為半成，使用土系功法起手的概率為8成半。果不其然，雨家學在衝到一半的時候就先手使出了地炎突，而胖子早有預料，很是輕鬆就躲了過去。頓時胖子就哈笑道：“地炎突的攻擊路線早就在我的計算之中，這種攻擊可別想傷到我。”吳林根頓時意外道：“小胖子的身手還挺靈活的嗎？”小玉則搖了搖頭解釋道：“這是他開天眼後的效果。所謂的天眼開，其實就是接收天机老祖神念的方式。現在的田吉就相當於請神上身。”不過雨家學卻再次運轉玄氣，準備再次出手。小胖見狀立馬暗暗分析，接下來他使用火系功法遠程攻擊的概率為1成，使用土系功法接近我後使用拳腳功夫的概率為9成。果不其然，雨家学使用土系的缩地成寸快速逼近了他，而胖子没有絲毫慌亂，果斷抬手準備格擋。他感覺自己必然可以擋下這一擊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根本就沒擋下來。這一拳的力道實在是太強橫，直接將他給揍飛了出去。雨家學這下也感覺有些懵逼，這小胖居然連自己一拳都接不下來。而胖子連忙掏出筆記一頓狂寫，下次要记得計算雙方的力量差距，然後就直接双眼一閉暈了過去。裁判見狀連忙出言恭喜雨家學獲得勝利。黃綠紅也不由讚嘆道：“家學這孩子實力進步了不少呢。”但雨天行卻無奈道：“可他還是不願使用雨家的功法呀。”而雨家學連看都不看他一眼，直接就扭頭下台。而吳林根也上台将小胖给背了起來，誇讚道：“沒想到你還蠻強的，你開天眼的樣子真的很帥，可惜我的資質太差了，不然我一定要和你學這招。”隨後裁判就再次宣布道：“第2輪比試我們也將隨機安排，等下被喊到名字的學生直接上台。”這下蕭火火有些懵逼了，這是怎麼回事？隨機安排我還怎麼和吳林根對戰？但蕭春霍卻示意他不用擔心，吳林根得罪的人可不止我們倆。很快裁判就掏出了2張紙開始宣讀，本場的比試將由吳林根對戰蕭火火。聞聲，蕭火火終於露出了滿意的笑容，而小玉立馬就不滿了：“為什麼隨機安排對手？林根哥還是和那蕭火火同組，这你比試安排不會有什麼問題吧？”但裁判卻斥喝道：“開玩笑，我們玄天書院怎麼可能會針對新入門的弟子？”而蕭火火也連忙開口附和：“沒錯，我相信沒教習不會偏袒任何人，這麼猶豫，不會是因為害怕我的實力吧？”而吳林根也示意小玉不用多說了，想要進入更好的班級，他現在
不能有半點退縮。慕容禪立即就被迷住了，林根認真的樣子還蠻帥的嘛。不多時，吳林根就走上了擂台，比試也即將開始。蕭火火很是滿意的笑道：“沒想到你真的敢上來應戰，那麼我們新仇舊恨一起清算一下吧。”蕭火火的進攻很是凌厲，吳林根瞬間就進入只能被動躲閃的局面。不過趁着蕭火火攻擊停頓的間隙，吳林根身影猛然一閃，只是轉瞬之間就襲殺向蕭火火的後背。眼看吳林根那沙包大的拳頭即將落下，但蕭火火卻絲毫不慌，反而冷笑一聲，然後骤然將青蓮一火爆發出來。吳林根頓時就被一火燒得連忙拉開距離，而蕭火火則露出胜券在握的笑容：“你的戰鬥方式我已經全部了解了，只要不給你近身的機會，你就毫無辦法。”說完，蕭火火就開始全力催動自己體內的青蓮一火，然後將火焰壓縮凝聚成2條巨龍，青焰龍王瞬間凝結而成。面對双龙的夾擊，吳林根知道这火焰的溫度太高，不能用身体硬抗。蕭春霍這下徹底笑了，就是這樣把他逼到死角。而白帝看着被徹底壓制的吳林根，不由暗暗皺眉道：“吳林根，該暴露出來你魔修的手段了吧？”不多時，吳林根就被逼到了擂台邊緣，已經不能再退了。而蕭火火立即趁機瘋狂催動一招雙龙入海骤然使出，2條龍王不斷交匯纏繞，朝着吳林根殺去。眼看自己沒有退路，吳林根只好使出全力應對了。小胖見狀，立馬就準備開始記錄林根老大到底要用什麼招式。只見吳林根突然猛地雙手一夾，同時大喝一聲：“仙術加胸運動！這可是我結合自身健身經驗修煉出來的仙術，厲害吧？”蕭火火聞言立馬就冷笑道：“居然徒手抓住了我的青焰龍王，你倒是有點本事嗎？但我的手段可遠不止這點。”話音剛落，被夾住的青焰龍王突然就開始消散，然後化作朵朵青蓮漂浮在吳林根的周身。沒等他反應過來，那些青蓮就轟然炸開。蕭火火立馬就大笑道：“這種密度的攻擊，我看你還怎麼用手接住？”而吳林根也是壓力陡增，看來必須使用更強的仙術才行了。念及於此，吳林根立馬就開始飛速左右橫跳，將周身的一火吹散。合歡宗的中麻見狀立馬就炸了：“你這怎麼學會我合歡宗的幻影鐵山靠的？”不過吳林根的左右橫跳只是快速移動，跟幻影鐵山靠沒有半毛錢關係。蕭火火已經氣瘋了，居然利用快速移動產生的氣流將我的火蓮吹開，還真是個難纏的土著。接着他就雙手一合，大喝道：“你的身邊已經充滿火靈氣了，看我這招火焰困沙牢！”話音剛落，地面突然開始崩裂拔起，朝着吳林根震殺而去。小胖見狀立馬就震驚了，蕭火火不是金火雙屬性灵根嗎？為什麼還能使用土系招式，而且完全沒有感受到土靈氣的波動？而蕭火火則暗暗冷笑道：“這個世界的土著真是沒腦子，連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都不知道。知道了這個世界的原理，即便我只有2系靈根，但招式卻永遠萬千變化。”說罷，蕭火火就猛然蹲下身來，再次出手。這次他甩出的依舊是土系法術刺炎轟擊訣，頓時布滿炎刺的炎塊就猛然轟落而下。這下蕭火火立即就滿意道：“雖然有點小驚喜，但異世界土著終究不可能是我這個位面之子的對手。”然而就在這時，將吳林根掩埋的岩堆突然開始轟隆作響，就連整塊區域的地面都開始劇烈的震動。原來是因為吳林根使出了仙術超高速臥推，硬生生將身上的岩堆震飛。這下蕭火火徹底不淡定了，這怎麼可能？而小玉則得意地表示，這些石板跟林根哥的訓練量相比完全不值一提。吳林根也有些可惜道：“這個重量還是太輕了。”蕭火火立馬咬牙切齒道：“不可能，這個世界不可能有讓我吃瘪的人。身為天選之子的我，絕不會輸給一個路人甲。”金界土勢，土生金，重炎萬鈞，雷霆斬。話音剛落，蕭火火手中的重尺就已然附加了恐怖的雷霆之力。吳林根見狀，立馬就身形一弓，直接隨手使出仙術轉體運動，將那柄中尺給砸成了2段。望着手中的斷尺，蕭火火徹底震驚了。下一秒，吳林根就骤然砸出一拳，場內瞬間就爆出一股恐怖的拳風。不過吳林根這一拳卻並沒有轟在蕭火火的臉上，為了不傷及他人，吳林根很是禮貌地提醒道：“你輸了。”說完，吳林根就沒再理會蕭火火，準備走下擂台。可蕭火火卻憤怒地大喝道：“混蛋，給我站住！我才不會這樣輸掉！丹老，把力量借給我！”但丹老卻覺得他是瘋了，一個入學考核就讓我這個殘魂拼上老命嗎？但蕭火火卻很是堅定，如果我連入門的考核都無法嶄露頭角，那我到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意思？原本他本來只是個平平無奇的學生，還因為喜歡看漫畫被同學們孤立嘲笑，他心中對此很是怨恨。他無數次幻想，如果自己有主角的金手指，一定會讓那些人好看。也許是上天聽到了他的心聲，一場意外的車禍讓他真的穿越到了漫畫的世界，而且還成為蕭家的一位落魄少爺。但穿越後的他絕不會再成為被人嘲笑的廢物，因為他擁有這枚戒指，如同漫畫裡常見的那般，戒指裡住着一位強大的修仙者殘魂，他便是丹老。丹老生前不僅修為強大，還是一名煉丹宗師。在丹老的幫助下，他很快就突破到了炼气期，擁有了強大的實力後，曾經欺辱他的人都得到了應有的後果。他也因為亮眼的表現在家族小輩中崛起，漸漸獲得了族人們的認可與敬畏。他覺得自己是擁有金手指的天選之人，不可以被一个路人甲擊敗。眼看蕭火火如此堅決，丹老也只好無奈嘆息一聲，然後直接開口道：“我傳的這些靈氣只夠你使用半炷香的時間，你小子可要省着點用，抓緊結束。”在丹老爆發的瞬間，眾人立即感覺蕭火火身上的靈氣不對勁了。雖然丹老生前擁有化身期修為，但如今也只能給予蕭火火金丹期的修為。不過蕭火火對修為並不在意，重要的是可以使用丹老身上的五行異火。
萧火火很是果斷地催动五行一火，使用五行相生中的金生水之力，一发紫庭水牢直接命中无灵根。被水牢所困的无灵根瞬间就感觉到强烈的窒息感，接着就传出萧火火的笑声。即便你的力量再强，在水中也肯定会受到影响。土生金，黑旋破铁刺，给我受死吧！而无灵根连忙使出了仙法，快速蛙泳，及时躲了过去。不过萧火火却使用水生木阴木缠繞将他的脚捆住，有了树枝的束缚，无灵根没办法自由行动了。而萧火火连忙趁机咬破了手指，这下丹老徹底炸了！你居然在用本命精血出招，不知道这样可能会损伤根基吗？但萧火火剩下的灵气只够使用一招了，他必須保證要将无灵根干掉。于是他就疯狂催动五行一火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五行循環借力相生。在五行之力形成循環的瞬间，混元一气霸天斩瞬間凝聚而出。这一招的威力显然已經超出了煉氣期之間的戰鬥。倚天行也第一時間出手將擂台籠罩起來，以免戰鬥餘波傷害到擂台外的觀眾。與此同時，蕭火火已然揮下了霸天斬，同時大喝道：我才不要再做一個被人忽視的普通人，我一定要贏！可無靈根卻絲毫不懼，同樣堅定地回應道：我有比你更加不能輸的理由。接着無靈根就使出了仙術普通直拳，霸天斬瞬間就跟無靈根的直拳轟擊在一塊。但就是這平平無奇的一拳，卻讓蕭火火臉色巨變，恐怖無比的霸天斬瞬間就被一拳轟破。就連倚天行也不由震驚道：這一拳毫無靈氣波動，人真的可以靠肉身打出這麼強的威力嗎？這小子到底是什麼來頭？而丹老也連忙出言相勸：小伙，是我們輸了。但不服輸的蕭火火卻還想強行催動一火繼續比試，可無靈根卻驟然閃身來到他面前，對着他的腦袋輕輕地彈了一下，輕鬆的就將他彈暈了過去，然後臉色漠然道：對不起，其實我也是穿越者。沒教習頓時就裂開了，這混蛋到底有多強？本次比試的勝者為無靈根。慕容禪和小玉立馬就激動地圍住了無靈根，可就在這時，他的肚子卻發出咕咕的叫聲。慕容禪聞聲連忙就伸手進胸口，然後從中掏出一根大雞腿遞給了無靈根。小玉見狀立馬就炸了，能不能不要把儲物袋放在那麼奇怪的位置？可慕容禪卻有些羞澀道：可就這裡的空間最大呀。見無靈根吃得歡，小玉立馬暗暗決定以後不能再給這個綠茶女靠近靈根哥了。就在這時，沒教習忽然出聲示意讓他們趕快下場，而無靈根突然想起了什麼，然後拿着大雞腿來到蕭火火跟前，並將雞腿遞了過去。你應該也很餓吧？要不要吃一點？雖然蕭火火此時也很餓，但他還是嘴硬的表示自己不需要同情，然後就直接起身轉身下台。無靈根見小玉就要發飆，立馬就開口道：我和他也算是老鄉，還是不要鬧太僵。然而就在這時，白帝忽然出聲道：無靈根，給我站住！一旁的沒教習頓時就訕笑道：白大小姐，這場好像不是您要上場吧？但白帝卻直接無視他，繼續朝無靈根開口道：我承認你確實有點實力，你竟然如此輕易解決了蕭火火，確實讓我有點意外。他們無法逼出你魔修的手段，那就由我親自出手吧。無靈根聞言立馬就慌了：什麼魔修？你在說什麼呀？接着白帝就直截了當道：我想要提前上場可以吧？我也不想浪費時間了。除了無靈根，剩下的晉級學員就一起上吧。底下的小嘎嘎立馬就炸開了鍋，居然要一個人打全部，真以為修為高一點就了不起嗎？而蕭火火也不由笑道：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，一上來就要挑戰全部。而丹老卻沒好氣道：可你看中的女人眼裡似乎只有那個無靈根，你剛才也聽到了吧？她似乎也是什麼穿越者，以後不要老想着做什麼天命之子了，修煉可是需要腳踏實地的。可蕭火火卻冷笑道：恰恰相反，有着同為穿越者的宿敵，我這天命之子的身份已經坐實了呀，等着吧，我一定會克服一切磨難，將你們全部踩在腳下。對於白帝的這個請求，倚天行覺得年輕人就應該有點衝勁才好。經過他的再次詢問確認後，倚天行果斷同意了白帝這個請求。很快比試就正式開始，那些各大家族的天才們瞬間就衝上了擂台，齊齊殺向白帝。但白帝卻絲毫不慌，直接使出了御劍訣，一招守衛百劍舞，輕鬆就攔下了所有人的合力圍攻。而狂刀宗的天才果斷使出了他的絕技紫雷狂刀，比力氣，白帝也同樣不懼。在劍訣的作用下，他手中的長劍瞬間暴漲了數倍，硬扛下這一刀。接着一陣恐怖的能量波動就驟然炸開，狂刀宗的天才瞬間就被炸飛出了擂台。羽家學見狀不由訝異道：不愧是年輕一輩的第一天才，一個照面就將狂刀宗的少主打飛了出去。小胖也不禁有些激動道：御劍鋒的劍法也非常的得呀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你不也是晉級了嗎？為什麼不上擂台？但羽家學卻很是驕傲道：本少爺才不會打必輸的仗。白帝以一人之力獨佔所有挑戰者，雖然他實力很強，但還是被逼得只能躲閃，但劍氣回旋還是輕鬆將偷襲者擊飛。不過挑戰者實在太多了，簡直沒完沒了，於是他就果斷使用御劍訣，直接飛了起來。胖子見狀立馬就解釋道：這不是金丹大能的飛行手段，而是御劍鋒利用飛劍載人的招式。為了盡快結束，白帝果斷使用了自己的大招，伴隨着一聲大喝，無數長劍驟然從半空轟落，底下
的挑戰者瞬間就被幹趴了一大片。吳靈根當即就羨慕道：築基期就可以有這麼強的實力啊，真想快點掌握靈氣。就在這時，一道人影突然走進擂台，然後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。大小姐又变强了呢，這一招直接就讓白帝成為了勝利者。他很是迫切地望向吴灵根，然後直接開口道：吳灵根，該輪到我們解決恩怨了。吳灵根聞聲連忙走上擂台開口道：你剛剛戰鬥完，不用休息一下嗎？白帝卻毫不在意道：對付這些人根本浪費不了我多少力氣。雨天行也很是期待，這兩個小家伙應該是這屆學員裡最強的吧，就讓我們看看他們之間的較量吧。聞言，黃玉紅立即就派出大量機關傀儡，然後將那些小嘎嘎全部抬走。而白帝很是迫切地斥喝道：我一定會在戰鬥中逼出你的全力，讓你的魔修身份无處遁形。吳灵根連忙解釋道：你應該是誤會了吧，我連修為都沒有，怎麼可能會是魔修？就算我真的是魔修，你我无冤無仇，也不至於非要你死我活吧。白帝聞言頓時就怒了：不至於，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經歷了什麼。這下吳灵根瞬間傻眼了，怎麼感覺他更生氣了？而白帝沒再廢話，直接使用衝天劍氣殺向吳靈根。他很清楚這麼強的靈氣絕對不能硬接，他很是果斷使用仙術原地跳高，輕鬆躲開了這一擊。可沒想到那落空的劍氣突然猛地上升殺向他，但吳靈根的反應很迅速，一個側身就躲了過去。眼看劍氣散開，他頓時就鬆了口氣。然而就在这時，白帝已經迅速殺到了他的後背，大喝道：我看你在半空中還怎麼躲。只見白帝很是果斷地催動御劍訣，一柄靈氣巨劍瞬間就砍向了吳靈根。這一劍結結實實地將吳靈根砍落下擂台，但吳靈根卻用空手奪白刃接住了這一劍。慕容禪頓時就駭然道：那麼大的劍居然抓住了。而白帝已然氣炸了，可惡的魔修，這樣還不能逼出你的底牌嗎？當即他就再次出手，無數長劍骤然射向吳靈根。吳靈根見狀連忙深吸口氣，仙法連續空手夺白刃瞬間就將那些長劍接住，接着他就将那些長劍揉搓成一团，然後丟还給了白帝，示意道：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還是認輸吧。此話一出，白帝身上立即就爆發出強烈的殺氣，然後一字一字道：我絕不會向魔修認輸。原來10年前他就感應到了靈氣，年僅5歲就能引氣入體，他母親覺得他肯定能成為御劍鋒最強大的修士。為了擔負起整個宗門，白帝開始拼命修煉，爭取早日突破煉氣期。他的父親白劍人對於白帝的懂事很是感動，如今修仙界危機重重，現在吃點苦總比未來丟掉性命要強。他相信白帝以後絕對會是最優秀的天驕。白帝一直苦修到了晚上，還差一點他就能突破煉氣期。可就在這時，一道魔影出現在他身後，而剛好準備給他送糕點的母親恰好看到這一幕。在白帝專心突破境界的時候，他的母親已經和魔修打了起來。然而就在他突破成功的時候，卻看到他母親被魔修擊傷的一幕。當白劍人聞聲趕來的時候，卻已經晚了。白帝的母親已經慘死於魔修的劍下。憤怒的白劍人立即出手將魔修控住，然後使出了氣滅魔斬將其砍碎。但白帝的母親還是因為失血過多而亡，而白劍人則拿出一柄長劍囑咐道：今天是你生日，以後娘親不在了，你要用這把劍好好保護自己。回想起這番痛苦的過往，白帝立即冷聲道：我絕不會向魔修認輸，我一定要用這把劍斬殺世間一切魔修。我知道普通的招式對你無效，但別以為我只有這點本事。雖然父親一直告誡我金丹期之前不能使用這招，但面對如此強大的魔修，我也別無選擇了。氣貫周天，劍滅群魔。雨天行見狀立馬皺眉道：這應該是御劍鋒對付魔修的必殺一擊。可就在這時，白帝突然猛吐出一口鮮血，接着玄氣鎖鏈就將吳靈根給捆住，隨後白帝就飛身躍起，恐怖的滅魔斬瞬間劈落而下。這下白帝徹底鬆了口氣，一氣滅魔斬是專門對付魔修的招式，這一擊足夠擊殺你。但吳靈根卻毫髮無傷地開口道：你這招打完了嗎？白帝見狀頓時就慌了，你到底是什麼級別的魔修？為何一點事都沒？吳靈根立馬就沒好氣道：有沒有一種可能，我不是魔修？但白帝卻直接無視道：肯定是我的招式哪裡出問題了。仔細回想一下父親和典籍裡的記載，難道是我還沒有突破金丹期，所以使用的招式才存在缺陷嗎？如果我有金丹期的修為，肯定能斬殺這個魔修，都怪我的實力太弱小了，我一定要突破，一定要殺死所有魔修。就在白帝即將被心魔入侵的時候，雨天行猛地來到他身旁，然後語氣嚴厲道：比試就到此為止吧。可混跡在人群中的面具男卻冷哼道：現在阻止已經來不及了。說完，他就偷摸揮出一道紅色玄氣，然後直接將其打入白帝的體內。頓時白帝整個人的氣勢就陡然一變，猩紅之色升騰而起，瞬間就滋生出了一個恐怖的心魔。這下雨天行徹底炸裂了，沒想到這種時候居然被魔修混進來了。當即他就下令道：教習們掩護學院到安全區域，我來對付這個魔修。沒等白帝弄明白自己的狀況，那只剛出現的心魔就朝着他殺了過去。頓時他的腦海中就回憶起自己母親慘死於魔修之手的一幕。雖然他很想殺死所有魔修，但此時他的身體卻顫抖到無法動彈。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雨天行及時出手幫他擋下了這必殺一擊。而面具男感覺眼下的局面還不夠混亂，於是他就直接示意手下的心魔開始行動。頓時無數黑影就從他腳下冒出，眼看心魔群來襲，梅教習立即站出來表示由自己來攔下他們。擁有沙包聖體的他感覺那些魔修絕對奈何不了自己，他果斷使用不動金剛功迎接下所有心魔的攻擊。梅教習的強大立即就讓一众學員刮目相看，可敏銳的小玉很快就發現了端倪，梅教習好像又站着昏倒了。而雨天行知道眼下絕不能讓學員受傷，於是他就直接爆發
發玄氣迅速飛起，直接使用自己的壓箱底大招落岩诀，以求快速結束戰鬥。隨着大範圍的火球轟落，頓時擊殺一大片星魔。不過雨天行卻發現下面的情況不太妙，有一只漏網之魚趁機殺向了白帝。他知道自己此時已經來不及救援了，等白帝察覺到端倪的時候，卻已經為時已晚。而吴灵根卻一個閃身出現在他身後，一拳將那只星魔轟飛。白帝見狀立馬就皺眉道：“你為什麼要出手打他？為什麼要救下我？”吳灵根聞言立馬就愕然了：“我不能打他嗎？難道他是你的寵物嗎？”白帝頓時就不好意思了：“我是說我一直針對你，覺得你是魔修，你為什麼要救我？”而吳灵根卻毫不在意道：“因為魔不魔修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心中是否存在善意，這些都是我老爹教我的。我覺得他說的很對，我覺得你應該是個好人，所以不能就這樣被幹掉。”然而就在這時，兩只星魔突然猛地一躍而起，悄然殺向了吳靈根。可吳靈根卻只是隨手使出仙術扭腰轉體，就輕鬆將其秒殺。雨天行見狀頓時就意外道：“居然連那種東西都可以打敗嗎？真是有趣的小子，我也要加緊幹掉這些魔修了，給我爆！”話音剛落，無數落岩開始不斷迸發而出，密密麻麻的襲殺地上的星魔。可那頭巨大的星魔卻在這時驟然爆發出一道怒吼，然後在快速起身的剎那，朝着白帝二人爆甩出恐怖的一刀。但吳灵根卻再次使出空手接白刃，勉強將其接住。不過那只星魔的力量顯然不弱，一人一魔瞬間就陷入了僵持狀態。而白帝也知道自己也要加入戰鬥才行，當即他就飞身躍起，向着星魔劈出一劍。在劍气落下的瞬間，星魔的手臂立即就斷裂。見此情景，吳灵根頓時就驚呼道：“我沒看錯，你果然是個好人。”可就在這時，那根斷臂突然開始彌漫起猩紅的霧氣，然後朝着白帝覆蓋而去。白帝頓時就感覺渾身沒力，連忙出聲提醒：“不好，這怪物有毒。”僅僅只是被毒物沾染，吳靈根就意識到這個毒物比之前王鐵柱的還要猛烈。而星魔也在這時猛然抽回了長刀，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向吳靈根。此時吳靈根已然被毒物侵蝕的完全無法動彈。可就在這時，白帝突然衝到他身旁，用長劍替他擋下了這一劍。但白帝也不好受，瞬間就溢出一口番茄醬。眼看白帝撐不住，吳靈根連忙將其抱走。他連忙趁機詢問：“你居然還可以動，毒物對你沒有影響嗎？”但白帝卻表示自己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為之前就有抗體的緣故。但白帝卻有些絕望道：“就算我不會被毒物影響，但對付这魔修我仍然沒有把握。”吳靈根聞言頓時愕然了：“魔修應該不長這樣的吧？”與此同時，星魔那斷掉的手臂突然就重新長了出來，然後星魔就驟然暴吼一聲，迅速揮舞長刀劈砍向二人，硬生生將其隔離。吳靈根頓時就焦急道：“你那招一氣滅魔斬不是很強嗎？快點出手啊！”可白帝卻力不從心道：“我的手現在根本不聽使喚啊！”就在這時，蕭火火忽然走上了擂台，冷笑道：“這個時候果然還是需要我來英雄救美。”丹老君沒好氣道：“你還是小心點吧，這次我可幫不了你。”但蕭火火卻很是自信的大笑：“白帝，就看我接下來的表演吧！”眼看星魔進入暴怒狀態，蕭火火立即雙手一拍，淬火煉金，玄天重尺重鑄。話音剛落，一柄嶄新的玄重尺就瞬間出現在他的手中，他沒有絲毫猶豫，直接就殺向了星魔。這一尺子的威力很是強橫，輕而易舉的就斷掉星魔一臂。吳靈根見狀連忙出聲提醒：“小心！”他的手臂可以釋放毒氣。但蕭火火卻不以為然道：“你以為我會不知道這些嗎？”木生火，炎龍咆哮。話音剛落，那根斷臂上瞬間就燃起了炙熱的火焰，在蕭火火的意念操控下，火焰開始迅速蔓延凝聚，形成一條火龍殺向星魔。體型巨大的星魔根本就無法躲閃，硬生生就被轟擊中。蕭火火也趁機再次躍起，使出自己的最後一擊土生金，辟地開天尺。可星魔卻即使用長刀擋下了這一擊，並且用更為強橫的力量反手將蕭火火給擊飛。丹老見狀連忙出聲勸他還是老實的昏迷，但蕭火火卻表示自己要戰鬥到最後。與此同時，星魔手中的長刀開始瘋狂揮舞，而白帝的臉色卻猛然驟變：“這不可能，這分明是我們御劍鋒的招式，這魔修難道說御劍鋒內部的奸細嗎？御劍鋒的人我明明都認識，這家伙到底是誰？”眼看星魔再次出手，吳靈根連忙抱住發愣的白帝，用身體替他擋下了這一刀。見吳靈根重傷，白帝這下終於回過來神，而雨天行也徹底震怒了：“混蛋，居然敢在玄天書院傷害我的學生，給我死！”話音剛落，一個龐然的火人法相就憑空浮現，並且抬手就對着底下的那群星魔轟去一掌。火神的巨掌所過之處，星魔紛紛被焚燒殆盡，但那群星魔似乎根本殺不完一般，依舊牢牢地纏住他。不過吳靈根卻並無大礙，他連忙出聲安撫道：“我沒事，只是使不上力氣了。要是沒中毒，肯定可以躲開的。只要有抗體的話，我應該可以解毒。”此話一出，白帝立馬就堅定道：“我的血裡應該有抗體，我這就割開手腕給你喝。”然而星魔可不會給他這樣的機會，抬手又是一刀打斷了二人。眼看現在根本來不及給吳靈根餵血，白帝只好把心一橫，直接抓住吳靈根就吻了上去。在嘴上的瞬間，吳靈根就感覺身體瞬間輕鬆了不少，而蕭火火見狀立馬就氣血攻心，原地暈了過去。二胖子連忙拿開本子就開始狂寫。果然我推測的沒錯，白帝早就和靈根老大有一腿，而小玉此時已然徹底炸裂，憑什麼親我的靈根哥？快給我鬆開！然而就在這時，星魔在怒吼一聲後
後再次揮刀襲向二人，但身體已經恢復的吴灵根直接抬手对着他就是一記仙法必殺之拳。偌大的心魔在挨了这一拳後，瞬間就癱倒在地，而吴灵根也終于鬆了口氣，緩緩開口道：“力氣終於恢復了。”白帝頓時就有些臉紅耳赤，他感覺吳靈根這混蛋居然還有點帥，而吳靈根卻很是不解地詢問：“你怎麼臉紅了？受傷很嚴重嗎？”而宇天行也發現二人並沒有出事，於是就加大火力輸出，讓那些魔修付出代價。望着手下被狂轟亂炸，面具男卻依舊面不改色。宇天行在這瞬間就鎖定了他：“你就是罪魁禍首吧？給我死！”話音剛落，恐怖的火神法相立馬就再次浮現，抬手就是一掌朝面具男轟殺而去。可沒想那面具男居然只是個替身，宇天行頓時就大罵出聲：“混蛋！這些魔修到底要幹什麼？”與此同時，玄天書院的藏書閣內，隱晦的魔氣正在悄然沒入其中。面具男在落地後立馬就笑了：“這些正道的白痴，真以為我會從正面進攻嗎？”說完，他就撕開一道裂痕，召喚出數隻小蜘蛛，然後示意道：“去吧，只要找到那東西就可以了。”頓時，那些小蜘蛛就開始分散在藏書閣各處，開始不斷的攀爬尋找。不多時，其中一隻小蜘蛛就將一本秘籍帶到面具男跟前。他在拿起秘籍後，立馬就笑了：“這麼重要的東西，玄天書院也不好好藏一下。”然而就在這時，一道漠然的聲音突然響起：“藏書閣可是玄天書院的禁地，外人擅自進入破壞，罰款1000靈石。”面具男在看清來人後，頓時就訝異道：“我還以為是誰呢？曾經叱咤風雲的宇太澤，現在怎麼淪為個掃地的門衛大爺了？”可宇太澤卻自顧自道：“這些與你無關，我只負責保衛書院的規整，希望你現在就把這裡恢復原狀，並且把罰款交齊。”面具男當即就冷笑道：“我要是不呢？”話音剛落，宇太澤已然衝到他面前斥喝道：“那就別怪我沒提醒你了。”下一秒，宇太澤就猛然砍下掃帚，直接切斷了面具男的手臂，恐怖的氣息甚至將整個藏書閣給切開。見此情景，宇天行立馬就暗道不好，藏書閣出事了。當即他就示意教習們保護好學員，自己要去看看情況。望着焦急離去的宇天行，小玉不由皺眉道：“看來這世道要不太平了呀。”與此同時，受傷的面具男正面不改色道：“嘴上說着要守護書院，結果拆起家來比我還起勁啊！”而宇太澤卻依舊漠然：“那就再罰你1萬靈石的修復費用吧。”可就在這時，那條斷臂突然迸發出魔氣，面具男在接回手臂後，立馬就開口道：“你這老家伙，這麼多年了還是如此不講道理。”宇太澤聞言，當即就再次抱起大喝出聲：“和魔修不需要講道理。”然而這一次，面具男的手臂突然開始魔化，居然毫髮無傷的接下這掃帚，甚至輕而易舉的將其轟飛出去。隨後，面具男就不斷揮出恐怖的魔氣，頓時整座藏書閣就開始不斷爆發出轟鳴。接着，面具男就再次開口道：“感受到了吧？我這些年積累下來的實力可是遠遠出乎了你的想象。還記得那時候你意氣風發，差一點就把我殺死了呢。我只能將自己全家獻祭，才能強行把實力提升到和你差不多的境界。那次雖然成功將你擊退，但我那本秘籍也被你搶走了一半。如今我終於集聚了足夠的力量，終於是將這半本秘籍奪回來了。怎麼不說話了？是明白我們之間已經有不可逆轉的差距了嗎？”可宇太澤卻直接無視道：“你再次毀壞學園設施，罰款2萬靈石。”此話一出，面具男立馬就怒了：“老東西，到地府再去好好算賬吧。”眼下宇太澤知道自己不能力敵，但他卻沒辦法躲開魔爪的襲擊，他無奈之下只好抽出佩劍嘆息道：“老夥計，只能讓你再次出手了。”下一秒，宇太澤就骤然拔劍，剎那間就再次砍斷了面具男的手臂，然後那柄劍上就猛地爆發出磅礴的玄氣，硬生生将面具男給震退。這下面具男徹底不淡定了，可惡，這是……而宇太澤則手舉一柄古朴的斷劍，默然道：“殘火出鞘。”面具男見狀頓時就震驚了，居然是這把刀！我記得这把刀應該是被我毀掉了吧？沒想到你居然還會留着一把破刀。宇太澤聞聲立馬就斥喝道：“殘火到底是不是破刀？你試一試就知道了。”話音剛落，宇太澤就抄起殘火驟然衝出，剎那間殘火就刺進了面具男的頭部，接着宇太澤就猛然揮刀將他的腦袋削掉一半。見面具男倒下，宇太澤不由鬆了口氣，這樣總該結束了吧？可就在這時，那半顆腦袋突然開始冒出密密麻麻的觸手，見面具男的身體化作魔氣，宇太澤立馬就愕然了，這又是什麼鬼東西？接着他身後就傳出一陣冷笑聲：“你這老家伙果然不好對付啊！”宇太澤當即就斥喝一聲：“你這些年到底又修煉出了什麼魔功？”而面具男卻直接掉頭就跑：“今天我的目的已經達成了，等我完全掌握了這本秘籍再來會會你。”宇太澤立馬就抄起殘火冷聲道：“這次我絕不會讓你再逃走。”但面具男卻冷笑出聲：“你確定要繼續追我嗎？那樣的話，你一直守護的書院可就要毀掉了哦。”而宇太澤也注意到身後凝聚的魔氣已然準備爆發，眼下他也沒工夫去追擊面具男了，只好用殘火劃破自己的手腕處，然後使出了以血化刃烈火重铸，同時頭也不回道：“我一定不會放過你。”見宇太澤選擇去應付自己留下的魔氣，面具男頓時就大笑出聲：“那就看你還有沒有命吧。”而趕來的宇天行剛好就遇到魔氣爆發，當即他就急切道：“二大爺，我感受到您的氣息了，您沒事吧？”宇太澤聞聲立馬就沒好氣道：“多大歲數的人了，還這麼毛躁？要不是為了保護學院，我一定殺了那混賬！”宇天行連忙將其攙扶起來，關切道：“到底是什麼人把您傷成這樣？”宇太澤頓時就面露嚴肅：“是幾萬年前肆虐九州的大魔修司馬越。”宇天行聞言當即就臉色巨變，居然是傳說中為了修煉魔功屠殺了10數萬人的司馬越。當年為了殺死他，正道聯盟出道了30多名化神7強者，再付出了20多名化神
7強者生死的代價下，這才看看將司馬越擊殺。而宇太则卻開口打斷道：“你應該也能看出來吧？他修煉的不是簡單的魔功，他修煉的是控制心魔的功法。”宇天行的臉色瞬間就難看了起來。我果然沒有感覺錯，那些襲擊者都是顯化出來的心魔，絕對不可以讓心魔的事情公之於眾。我必須殺死司馬越。但宇太則卻出言阻攔：“別浪費力氣了，你現在要做的是通知正道聯盟，司馬越肯定會再次掀起正魔混戰，一定要讓他們協助玄天書院。畢竟現在的我已經無法守護玄天書院了。對了，這些心魔有可能會自爆，演武場那邊沒有問題吧？”此話一出，宇天行突然猛地想起了什麼，然後焦急地飛走，只留下一句：“還有一個沒處理乾淨。”與此同時，演武場內的心魔已然被教習們控制了起來，而白帝突然叫住了吴灵根，然後有些害羞道：“吴灵根，剛才謝謝你了，我承認你剛才救了我，不過我還是會調查你到底是不是魔修的。”然而就在這時，白帝身後突然爆發出一陣亮光，此時的白帝根本就躲不開了。然而就在這關鍵時刻，吳灵根猛地上前，直接將他抱住，然後用自己的後背擋下了魔氣的爆炸。不過吳灵根卻發現自己似乎沒事。就在二人你儂我儂的時候，两道人影已經來到了身旁，小玉和慕容嬋很是默契地將二人給强行分開。而就在這時，匆匆趕來的宇天行突然落在演武場上，然後很嚴肅地表示要檢查一下吳靈根的身體。在將玄氣灌入眼睛之後，宇天行赫然發現吳靈根的身體已經被種下了心魔的種子，當即他就咬牙切齒道：“司馬越，我一定不會放过你。”不過接着他就感覺很是奇怪，於是便開口詢問：“這位同學，你沒有感覺到身體有什麼不適嗎？”見吳靈根說沒事，他頓時就感覺不對勁，心魔種子對每個修煉者都是致命的，他怎麼會一點事都沒有？不過他很快就反應了過來，很是激動道：“我怎麼把這個給忘了？你是個沒有靈根的普通人啊，真是太好了。”頓時宇天行就暗鬆了口氣，體內沒有靈氣，也就無法滋養心魔成長，這真是不幸中的萬幸。接着宇天行就飛到半空宣布道：“各位注意，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，但本次考核正式結束了，在場所有學生都會根據今天的表現得到對應的宿舍和班級安排，所有的安排我都已經注入你們的准考證中了。”聞言，吳靈根便將自己准考證拿了出來，上面多出了一些信息：吳靈根，丁號班級，學號1，8號男寢，床位1。而宇天行也再次宣布道：“所有學員全部按照標注回到自己的宿舍，準備第二天的課程吧。”小玉聞言立馬就挽住了吳靈根的手臂：“靈根哥，我們這就去宿舍吧。”可吳靈根卻有些疑惑：“院長有分配你的房間嗎？”但小玉卻笑了：“我又不是學員，怎麼可能有房間分配？身為你的護道者，當然是要和你一起睡了。”吳靈根頓時就撓了撓頭：“我記得宿舍應該還有室友的吧？你一起住不太好吧？”這番對話正好被不遠處的白帝給聽得一清二楚。不多時，吳靈根和小雨終於來到了宿舍區，8號男寢的位置比吳靈根想象中還要遠得多。而小玉此時已然怒了：“那個老變態居然把靈根哥你安排在這麼偏僻的位置，難道沒看到你在筆試中的表現有多好嗎？”很快吳靈根就找到了8號男寢，他發現裡面有燈光，室友應該已經到了。於是吳靈根就直接推門開口道：“你好，我也是8號男寢的室友。”可讓他震驚的是，居然發現白帝就掛着條毛巾出現在了寢室內。當即吳靈根就臉紅耳赤的轉身將大門關上，可他反復一看，確定這裡就是8號男寢沒錯，於是他就不由猜測一定是演武場的事情讓他產生了錯覺。打定主意後，吳靈根便再次推開了寢室大門，下一秒他就愣住了，白帝確確實實的出現在了男寢內。當即他就再次轉身喃喃道：“我該不會是中了幻術吧？”就在這時，已經換好衣服的白帝直接就推開門：“不用確認了，這裡就是8號男寢。”小玉見狀瞬間就炸了：“你怎麼會在靈根哥的寢室？”而白帝卻直接拿出准考證道：“白帝，甲號班級，學號1，8號男寢，床位2。”見二人疑惑，白帝便解釋道：“我之所以跟你同寢，是因為我和你原本的室友交換了宿舍，現在他應該一個人享受最好的1號女寢。”吳靈根頓時就愕然了：“可你為什麼非要和我住在一起？”對此白帝早已準備好了說辭：“你是第一個能擊敗我的同齡人，我一定要找到你變強的方法並且學習，為此就算和你住在一起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”這下輪到吳靈根尷尬了，畢竟他的真實年齡是2000歲，但吳靈根還是有些顧慮：“咱們住在一起會很麻煩吧？就比如剛才。”但白帝卻不以為然道：“你和那狐狸精都可以住在一起，和我有什麼不可以的？總之我只會默默觀察，不會給你添麻煩的。”而小玉卻在這時跳到了床上示意道：“靈根哥你不要管他了，明天還要上課，快睡上來吧，人家好久沒和靈根哥一起睡了，況且這裡也沒別的地方睡覺了呀。”但吳靈根卻感覺自己似乎被什麼東西盯上了。不多時，在發現白帝似乎睡着了之後，吳靈根便偷摸詢問：“對了小玉，今天襲擊書院的人真的是魔修嗎？他們的招式看起來和老爹他們並不一樣。”而小玉頓時臉色一變，嚴肅道：“既然他們出現了，這個秘密我也沒有對靈根哥你瞞着的必要了，他們不是簡單的魔修，而是心魔。”小玉告知了吴灵根心魔的存在，而心魔是由修煉者所產生，所以也是整個修仙界最大的禁忌。可他卻發現吳靈根突然沒了聲音，原來吳靈根居然在他解說的時候睡着了。不過小玉感覺知道太多對吳靈根來說未必是好事，於是他很快也睡了過去。可就在這時，旁邊正在熟睡的白帝卻突然坐起身來，然後雙目死
死注視着吳靈根。與此同時，正義峰上正舉行一場高層會議，宇天行也將司馬越襲擊玄天書院的事情公之於眾。眾人沒想到那惡魔居然還活着，甚至還打傷了於老，並奪走了那被封印的半本秘籍。眼下聯盟必須要給玄天書院保護，可宇天行卻開口打斷：魔修的事情我們還可以聚合力量鏟除，但現在還有更嚴重的問題，那就是心魔已經在學員們的面前出現了。所謂心魔，乃是修煉者在突破天道限制時剝離自身雜質所產生的惡相集合，所以修煉者越是修煉，就越是可能產生心魔。為了維護修仙界的安定，我們將這個秘密封存，但司馬越的出現帶來的變數，這個秘密我們還能維持多久？大長老率先開口，無論如何都不能讓現有的秩序被破壞。龍騰學院院長沈為王也附和道：大長老說的沒錯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我們龍騰學院協助處理心魔的事情吧。畢竟我們同為正道聯盟的育人之地，有困難當然要共同面對了。大長老很是干脆的點頭道：那阻止心魔消息的任務就交給沈为王和天行處理吧。其他人一起搜尋司馬越和魔修的下落。眾人在點頭表示明白後，這次會議也就宣告結束。而沈為王卻喃喃道：被如此輕易入侵的玄天書院，怎麼能配得上正道第一書院的名頭？龍騰書院一定會在我的帶領下成為正道第一。一夜時間轉瞬即逝，吳靈根這才悠悠醒來。他感覺昨晚睡得實在是太香了，可他卻突然發現白帝出現在他的床上。霎時間，白帝瞬間就發出一陣驚叫：混蛋，你為什麼會在我的床上？但小玉卻從地板上爬起，惱怒道：你這個心機女還敢在這裡污衊靈根哥，明明是你自己爬上靈根哥的床，而且還把我擠到地上。但白帝卻大聲的否認，肯定是你半夜把我弄上床的。一旁的吳靈根連忙出聲道：有沒有一種可能，白帝你是半夜夢遊這才到我的床上？白帝聞言連忙心虛的擺手：不可能，我可沒有什麼夢遊的習慣。算了，今天可是第一天上課，我們不要遲到了。說完，白帝就率先穿好衣服準備前去上課。眼看一群人圍在宿舍門口，白帝立馬斥喝道：你們在這裡鬼鬼祟祟的要做什麼？眾人見白帝發怒，連忙頭也不回的拔腿就跑。隨後白帝就跟在吳靈根後面往教室走去，但吳靈根卻疑惑道：白帝你貌似和我不是一個班級吧？教室方向一樣嗎？但白帝卻不以為然道：反正學員能學到的東西不多，不如多觀察一下你比較有用。不多時，三人就來到了丁浩學堂，最後白帝還是跟着一起來上課了。胖子一進門就訝異道：靈根老大，你怎麼也在這個班級啊？班級是按照之前考核的表現分配的，最好的學員會被分配到甲級，丁班是最差學員待的問題班。吳靈根頓時就失落道：原來如此，我的天賦果然只能分配到最差的班級。就在這時，梅教習突然斥喝道：都閉嘴，一群混小子，上課時間都給我安靜點。胖子當即就低聲道：沒想到梅教習居然是咱們班主任。梅教習見狀立馬就決定拿胖子來殺雞儆猴，他在甩出筆記本的同時大喝道：上課期間禁止交頭接耳。可沒想到吳靈根卻將筆記本接住，然後一臉無辜道：對不起，我下意識的就接住了，真的沒有頂撞您的意思。梅教習見狀立馬在心中暗道：第一天就讓我如此難堪，這小子果然是禍害中的禍害。隨後他就直接宣布道：接下來將是你們進入玄天書院的第一堂課，這本是我們正道聯盟統一的入門練氣功法正義訣，你們現在就需要根據上面的描述進行引氣入體。正義訣是正道聯盟研究出來最安全穩定的修煉功法，所以來玄天書院的學員不管之前修習什麼功法，到這裡都要使用正義訣引起氣。既然你們這些人都有練氣的经驗，那麼这節課之內如果沒有成功用正義訣引氣入體，那麼我將直接將其開除。此時除了吳靈根外，其他所有人都覺得這是分分鐘能搞定的事情。吳靈根已然慌得一逼了，我要怎麼辦才好？而白帝僅僅只是看了一眼正義訣，就輕而易舉的成功引氣入體。梅教習立即就誇讚白帝做得不錯。在看到吳靈根那慌張的模樣後，他立馬暗暗竊喜，這臭小子在沒有靈根的前提下，想在一節課時間引氣入體完全沒可能。而小玉也連忙出言安撫：靈根哥，不要太勉強自己啊。眼看吳靈根擺開架勢，白帝連忙掏出筆記本準備開始記錄。很快吳靈根就感覺體內出現了一股氣，但下一秒他卻猛地放了個臭屁，頓時吳靈根就沮喪道：我果然還是感受不到。隨後他就一把抓住白帝的肩膀開口道：你是怎麼感受靈氣的？求你教教我。白帝只好一邊示範一邊解釋：你看好了，將自身想象成一個水瓶，靈氣則想象成水，感受水進入水瓶的流動。聞言，吳靈根立即閉目開始嘗試，很快他就似乎有感覺了，但沒想到卻依舊還是放出一坨臭屁。頓時吳靈根就懊惱道：難道進入玄天書院還是無法成功引氣嗎？就在這時，梅教習忽然開口道：成功引氣的人不要太高興，看到這個靈氣球了嗎？此乃正道聯盟為了鍛鍊學員特意設計出來的，注入靈氣越多，其重量就會變得越輕。靈氣球必須注入正義訣，否則會變得更重，將你們吸收的正義訣靈氣灌滿靈氣球，這就是你們今天的課程。而白帝等人很快就将地上的靈氣球抱起，梅教習則暗暗嘀咕：臭小子，這靈氣球可不是光靠蠻力就可以提起來的。而吳靈根此時已經暗下決心，為了不被趕出書院，自己一定要把所有的力氣都使出來，一定要起來啊！與此同時，正在梳理頭髮的宇天行突然發現了學院上空出現了非洲，他沒想到龍騰書院的人居然來得這麼快，來者赫然是龍騰書院院長沈為王，而宇天行也很快就落到了非洲之上。他率先開口道：沈院長，遠道而來也不提前和我說一聲，我還沒準備好迎接你們的儀式呢。沈為王卻不以為然，不敢勞煩宇院長，這不是聽說玄天書院有難我才趕來幫忙。宇天行
卻呵笑道：“幫忙竟然還帶了這麼多好手，還把非洲都開來了。沈院長這手筆着實不小啊！”沈維王立即哈哈一笑：“幫忙自然要傾盡全力，順便我也希望能和正道第一書院討教一番。”雨天行立馬就冷笑出聲：“這才是你來此的目的吧？”就在二人聊天之際，一枚灵氣球突然從地面快速衝起，只眨眨眼間就貫穿了龐然的非洲，然後直接爆砸進駕駛室。望着頭頂的大窟窿，吴林根頓時感覺自己完蛋了，没教習立馬就炸了：“你到底在幹什麼？知道建造教室需要花費多少錢嗎？”雨天行也感覺到了不對勁，不會又是那小子在搞事吧？接着他就關切道：“沈院長，你沒事吧？”而沈維王很是嘴硬道：“我可是龍騰書院的院長，怎麼可能有事？”為了幫吳林根掩藏，雨天行連忙開口：“這可能和魔修沒關係，應該是我們學員儲存的靈氣球爆炸了。”沈維王卻惱怒的冷哼道：“好一個靈氣球爆炸！既然如此，那就這靈氣球切磋一番吧。”雨天行隨後就召集了幾名選手，然後宣布此次比賽就由吳林根5人去參賽。不過胖子卻發出了疑問：“選擇其他人我可以理解，他們都是大比重的佼佼者，但我的實力比較差，我怕自己參加會給學院丟臉。”吳林根見狀立馬就回想起前世的自己，當即他就鼓勵道：“不要妄自菲薄，我相信只要努力就會有結果。”可蕭火火卻譏諷道：“要是這樣的話，那你早就修煉出靈根了。”而雨天行也在這時出言解釋：“天級你的天眼神通可以預測未來，對比賽來說有很大優勢。”可吳林根卻表示自己有一個問題：靈氣球到底是要怎麼比賽？白帝聞言立馬就解釋道：“這種比賽就是5v5對抗，操控靈氣球射入半空中的大門就算得分。比賽期間，雙方修士都不可以直接傷害對方，但卻可以使用靈氣對抗，所以靈氣對於比賽至關重要。”吳林根瞬間就沒了底氣，這比賽我好像幫不到什麼忙啊！雨天行立馬就憤怒地表示：“這場比賽就是因為你才開始的，比賽設在3天後，這段時間你們多多練習吧。因為這場比賽關於到玄天書院的名譽，所以獲得勝利，我會獎勵你們1人1枚金色玄天勳章。”見吳林根不知道玄天勳章是什麼，雨家學便解釋道：“這是玄天書院學員的最高榮譽，憑借這枚勳章可以獲得雙倍修煉資源。”這下吳林根瞬間樂了：“雙倍資源？那我豈不是更有可能修煉成功了？那我們還愣着幹嘛？現在就開始練習吧！”但蕭火火卻冷聲道：“我可沒興趣和無法使用靈氣的人一起練習。”雨家學也同樣不感興趣道：“整個學院都是我家開的，雙倍資源對我來說沒有意義。”白帝見狀只好開口道：“別搭理他們，咱們2個人也照樣練習。靈氣球可以同時接受多個人灌注的靈氣，所以灌注更多靈氣進入靈氣球，就會在對抗中越有優勢。你先試試看，從我手裡奪走靈氣球吧。”話音剛落，吳林根立馬就不客氣的率先衝出。白帝本想借此學會吳林根變強的修煉方式，但沒想到吳林根的速度卻快到他根本反應不過來。不過白帝卻不打算就這樣讓他輕易得逞，可沒想到吳林根卻一不小心抓錯了球，頓時白帝就傻眼了，靈氣球也忘記操控了。蕭火火更是氣得瞪大了眼，而吳林根還體貼地詢問白帝疼不疼，要不要幫他揉揉。雖然白帝這感覺還不錯，但不遠處的那些家伙很破壞氣氛。很快他就調整好思緒道：“好了，我們接着訓練下一項吧，你就把我的靈劍圍成的门當成球門，試着練習吧。”吳林根感覺靈氣球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麼重，只要練習好投籃的精度就可以了。只見他很是精準地将靈氣球置入了門中，但由於力氣過大，靈氣球落入到了不遠處的建築中，而這一球再一次砸中了沈維王。他頓時冷聲道：“1天內居然連續挑釁我2次，看來是真的不把我龍騰書院放在眼裡。”見徒弟準備給自己處理傷口，他立馬斥喝道：“與其擔心我，不如更加好好準備3天後的比賽。這場比賽，我和那老家伙可是賭上了學院的未來。”梁子峰聞言立馬抱拳道：“我發誓，一定會帶領龍騰學院獲勝。”他在離開後立即暗暗發誓，自己一定不能讓師父失望，哪怕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。時間很快就來到了3天後，經過沈維王的一番長篇大論的演講後，沈維王便使出了大土木神術，憑空造出了一座偌大的靈氣球比賽場地。就連白帝也感到震驚，能瞬間造出這麼大的場地，靈氣到底龐大到何種程度？就在這時，雨天行突然宣布讓參賽選手做好準備。眼看雙方很快就進入了場地，雨天行頓時就暗暗祈禱，希望小混蛋們能爭氣點。玄天書院的參賽選手分別是吳林根、雨家學、蕭火火、白帝、天級，而龍騰書院這邊則是朱氏、李洛隱、萬平、真靈玉、梁子峰。而真靈玉還不忘提醒道：“大師哥這次可要好好表現，讓他們見識下我們龍騰的實力。”梁子峰則一臉堅定道：“我一定會完成師父一直以來的願望。”萬平卻咧嘴一笑道：“別緊張，咱們為了今天可是訓練了很久。”玄天書院那些人看起來完全就像是湊數的廢物，尤其是那個小胖子，一看就是弱雞。白帝聞聲立馬就咬牙切齒道：“龍騰的人也太囂張了吧！”但吳林根卻認真道：“他們看起來確實訓練有素。”雨家學也點了點頭解釋道：“沒錯，這幾個人都是龍騰特訓出來的精英人才，擁有長期訓練的經歷，在同輩的靈氣球大賽中無一敗績。”但蕭火火卻很是自信道：“怕什麼？還有本大爺在呢！”說完他就直接霸氣的宣戰：“龍騰的人給我聽着，我蕭火火今天一定會贏你們！我以此黑玄齒發誓！”但没教習卻突然收走了他的武器，然後没好氣道：“靈氣球比賽禁止使用任何靈气法寶。”這下龍腾的人瞬間就笑了，沒想到這幫人居然連比賽規則都不知道。接着没教習就來到吳林根身旁示意道：“你身上這些東西也不可以攜帶。”完事後没教習就宣布道：“比賽時間為1個時辰，中場休息1刻鐘，進球多一方為勝利，各位請做好準備。”
靈氣球比賽現在正式開始，吳林根立馬就率先衝出，他感覺一定要搶到发球，占據主動，但没想到小火火卻踩在他身上，和他搶夺了起来。但梁子峰卻先他一步將球給奪走，然後默契的將球傳給了萬平。胖子連忙上前想要將其防住，但萬平卻輕而易舉的扭過了他，然後直接將球放入到了得分區域。白帝這下終於明白龍騰的人很不簡單，於是他就拿起球提醒道：“對手很強，不要再搞內訌了，這次由我來主攻，你們負責掩護我。”白帝感覺自己的靈氣儲量應該是同輩中最強的，不可能有人能從他手裡搶走靈氣球。但龍騰的人卻突然擺開防禦陣型，但小火火也在這時猛然跳起，然後使出一火直接轟擊在那3人身上。下一秒，梅教習就拿出一張黃牌斥喝道：“玄天書院小火火惡意傷人，黃牌警告。”雖然小火火犯規，但並不影響白帝的進攻，他感覺自己肯定可以進球。眼看對方不把自己放在眼裡，朱氏立馬咬了一口肉，然後就這樣站在原地任由白帝投球。可沒想到朱氏卻瞬間完成了變身，牢牢將那枚灵氣球給接住，並且一道黑影也在这時衝出，瞬間接住朱氏扔出的球，然後快速將其傳遞給了梁子峰。頓時梁子峰身上就開啟了衝鋒模式，硬生生將胖子和雨家學撞飛，再次獲得1分。然後他更是得意的大笑起來：“我要你們這場比賽1分都得不到！”不服氣的小火火立馬就發出疑問：“不是說不可以使用道具嗎？他為什麼可以大搖大擺的吃東西？”但梅教習卻表示食物並不算是道具。慕容禪頓時就有些懊惱，早知道我也給靈光他們帶點食物了。众人顯然不是龍騰的對手，瘋狂被對面輪流得分，雨家學和胖子根本就受不住。上半场才結束，比分就來到了0比10，眾人的情緒瞬間就陷入絕望當中。回到休息室後，白帝立即大罵道：“你們都在幹什麼？雨家學不配合隊友也就罷了，小火火還給靈根制造麻煩。”但雨家學和小火火卻表示，這麼弱的隊友我沒辦法配合。而他們的爭論聲也被龍騰的人給聽見。梁子峰沒想到玄天書院居然這麼弱，這下是10拿9穩了。一直沉默的吳林根卻突然開口道：“既然咱們沒配合，那就當成是個人賽好了，不用配合，只管1對1封鎖對手，伺機找到進球的機會就好。”很快中場休息就結束了。就在比賽即將開始的時候，慕容禪連忙將自己的食物全部丟入場內。吳林根見狀立馬就快步衝出，一個不漏的全部收入囊中。見雙方人員都已經就位，下半場的比賽就正式開始。而龍騰的萬平率先奪下了發球，但他卻發現底下的人卻一動不動。眼看萬平朝着後方急速衝來，雨家學直接雙手一拍，用出了大荒土遁。萬平沒辦法，只好將球傳給了林玉，但白帝也趁機使出靈氣化劍进行阻攔。雖然成功將林玉手中的靈氣球轟飛，但球權卻落到了李若影的手上。不過小火火的應對很是及時，一火一出直接將其攔了下來。可梁子峰卻先一步將球給接住，眼下只剩下胖子，他根本就不懼。但沒想到胖子卻開啟了天眼神通，而吳林根也在這時衝到了球框前，然後雙手穩穩地按住了那枚靈氣球，很是輕鬆的就將梁子峰給撞開。接住胖子的天眼預判，吳林根很是輕鬆的救過掉所有人，眼前只剩下已經蜥蜴化的朱氏了。隨後吳林根就迅速蓄力，使出十足的力量將靈氣球掷出。雖然朱氏用雙手將靈氣球接住，但上面所附帶的巨力卻直接將他轟倒。在吳林根和胖子的配合下，終於順利的拿下1分。但龍腾這邊也很快就調整了過來，梁子峰直接使用進攻隊形準備快速突進，可吳林根的速度比他還要快，在奪過球後再次將對方的陣型沖散，甚至連守門員朱氏都被他硬生生撞飞，再次豪奪1分。有天眼神通輔助的吳林根就跟開了掛一樣，完全不把對面的守門员當人，很快就將比分扳回到了10比10。沈為王这下徹底不淡定了，忍不住斥喝道：“混蛋，你們都給我打起精神來！”梁子峰頓時就氣得咬牙切齒，我絕对不能讓老師輸掉賭約，看來只能使用這個力量了。在將那枚紫色的玩意吞下後，梁子峰身上立即就冒出詭異的紫芒，感受着體內不斷湧出的力量，梁子峰立馬就獰笑道：“力量，我感受到了力量。”他知道自己絕不能完全吸收其中的力量，只要使用一點應該就可以贏了。眼下比賽時間快到了，不能再給玄天書院任何機會了。而吳林根和胖子感覺這樣下去一定會贏下比賽。在梅教習發完球後，小火火率先衝出奪下了靈氣球，為了不讓吳林根一直出風頭，他決定自己也要進一球才行。見對方跟不上自己，他立馬就冷笑出聲。而吳林根也很是理智的分析，龍騰的學員修為本就比咱們弱，現在靈氣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就算是小火火一個人，他們也很難阻攔。不多時，小火火就衝到了球門跟前，但梁子峰卻突然使出大土木神術，拔地而起的土牆瞬間就擋住了小火火。梁子峰很是順利的將球全給奪回，可就在他想要衝刺的時候，吳林根再次攔住了他，他果斷使出炎靈重甲準備強行突破，但沒想到吳林根卻沒有被他撞飛，他完全沒想到自己居然這麼輕易就被攔住。眼看力量拼不過，他很是果斷的使出大土木神術，只要擺脫了吳林根，就沒人能阻擋住他了。可接着他就發現自己居然沒辦法繼續向前了，原來是吳林根將那根石柱給抱了起來，而胖子連忙示意吳林根將梁子峰給甩到他們那邊的球門去。下一秒，梁子峰就止不住的往自家球門而去，他知道這樣下去肯定是要進烏龍球了。無可奈何之下，他再次強行催動體內的力量，使出了石甲巨人之術，強行提升了重量。他先是讓石巨人將吳林根逼退，然後想要趁機想要进球，但白帝和雨家学也在這時衝了出來。雖然二人各自都拼盡全力來阻擋，但卻輕而易舉的被石甲巨人給彈開。胖子見狀連忙出言
言提醒，攻擊巨人，這是唯一能阻止他的辦法了。吴林根連忙使出全力一拳，暴砸向石甲巨人，恐怖的巨力瞬間就將巨人給轟成粉碎。梁子峰在落地後立馬大罵道：可惡，為什麼老是在阻攔我？吳林根則一臉認真道：因為我想贏啊，為了獲勝。梁子峰再次催動玄氣猛然衝出，但吳林根卻死死地擋在他面前。下一刻，雙方就不約而同地向後倒去，靈氣球也被彈飛了起來。吳林根連忙趁機湧出仙術，原地起飛，先要將球給奪下。梁子峰見狀，立馬就咬牙切齒道：絕不能讓老師丟臉。瞬間，一股可怖的魔氣就猛然透體而出，只是轉瞬間，梁子峰就已然進入了魔化。接着他就猛然彎身，在吳林根剛接住球的剎那，就飞身来到他的面前，然後狠狠地揮出一拳暴砸在吳林根身上，将他和胖子直接揍飞出去。他對勝利實在是太渴望了，抓住灵气球就往球门衝去。但吴林根為了修煉資源，也不打算就此認輸，於是他就再次衝出，絕不讓梁子峰得到這最後的一分。梁子峰這下徹底怒了，直接將靈氣球暴砸在他的身上，瞬間場內就爆發出恐怖的能量爆炸。但吳林根卻死死用身體擋住這一球，哪怕一出番茄醬，他也不打算後退半步。小玉見狀，頓時就憤怒的想要衝進去，但吳林根卻大喝道：別進來，比賽還沒有結束呢。說完，他就猛地一挺胸脯，並且趁機將靈氣球給奪走。這下梁子峰徹底懵逼了，完全沒想到吳林根居然這麼強。而吳林根很是乾脆的迅速抬手，朝着對方的球門狠狠的將靈氣球掷出。雖然對方的守門員將球接住，但他根本就承受不住上面的力量，直接給轟飛了出去。圍觀的群眾瞬間就被驚到嘴巴大張。要知道，就算元嬰期修士也無法使用這麼強的靈氣。也就在這時，比賽正式結束，玄天書院11比10戰勝了龍騰學院。梁子峰頓時就怔住了，沒想到自己居然在老師面前輸掉了比賽。而宇天行也連忙出言提醒：你的徒弟已經被心魔侵蝕了。但沈為王卻突然噴出一口番茄醬，然後懊惱道：我一直嚴格要求他謹慎行動，為何還會如此？但宇天行卻意味深長道：或許就是你太過嚴格了。而這種結局顯然梁子峰無法接受，更為強大的魔氣瞬間從他體內爆發，瞬間邁入了金丹期修為。宇天行見狀立馬就愕然了，竟然是突破金丹期形成的心魔，這下真的要救不回来了。梅教習，我還要照顧老沈，你快去阻止他。聞言，梅教習立即就躍入場中，很是乾脆的直接開啟沙包聖體，就這樣直挺挺的承受了梁子峰的重拳。但沒想到僅僅只是一拳，梅教習居然就暈了過去。接着梁子峰就斥喝道：比賽還沒有結束，繼續。就在這時，小玉和慕容禪也衝入場內，表示要保護吳林根。見對方來人想要阻止自己獲得勝利，梁子峰直接就伸手往地上一拍，大土木神術瞬間凝聚出無數的兵器襲向眾人。只是一瞬間，除了吳林根外，全都被牢牢的按壓在地。眼看礙事的人已經搞定，梁子峰立馬就舉起吳林根，冷笑道：在我獲勝之前，你必須繼續和我比。一旁的林玉見狀連忙抱住了他的胳膊勸說道：大師哥，只是輸了一局而已，不要這樣勉強自己。但梁子峰卻直接將其甩開，憤怒道：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廢物才讓我輸掉了比賽，現在阻礙我們的人都消失了，我要和你單獨比一場。雖然龍腾的人想讓他恢復理智，但梁子峰卻直接讓他們閉上嘴巴，然後讓吳林根繼續跟他比賽。不過白帝等人卻準備聯手一起阻止他，但萧火火卻躲在暗處並不打算出手，因為他覺得只有吳林根掛掉，他才能成為真正的天選之子。雖然白帝全力使出了御劍術，但金丹期的修為卻並不是他們能力敵。大土木神術讓眾人完全無法逼近，由於武器被收走，他一時間也有些束手無策。白帝沒辦法，只好讓梅教習將灵剑還給他，但梁子峰卻很不耐煩地使出岩石巨蟒，直接將二人揍飞。可就在這時，小玉悄然衝到了他的面前，他直接使用精神法術魅骨魔音，然後通過精神力傳音道：現在你還有回頭的機會，再放任你的心魔，可就再也沒有回頭的機會。好好回想起這世界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，不要因為一时偏激而迷失。話音剛落，梁子峰立馬就再次爆發魔氣，咆哮道：我要贏，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接着他就再次使出大土木神術，利用土牆強行隔斷出一條狹路，就算是白帝也完全無法破開這面土牆，而且岩壁很高，根本沒有着力點爬上去。而梁子峰很不耐煩地催促道：礙事的家伙都清理乾淨了，快點和我繼續比賽，直到我獲得勝利為止。吳林根聞言便搖搖晃晃地拿起靈氣球，但由於身體太過於疼痛，直接跪了下來。梁子峰見狀瞬間就笑了，看來我還是高估了你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乖乖看着我贏得勝利吧。但吳林根卻堅定道：不好意思，這場比試也必須要贏。而梁子峰也懶得廢話，直接使出尖土牢籠，在把吳林根困住後，便將那枚靈氣球給奪走。就在這時，吳林根突然開口道：現在學院之間的比賽已經結束了吧？既然已經結束了，這樣我也就可以直接出手了。話音剛落，吳林根立馬就猛然起身，開啟了爆衣模式。梁子峰見狀頓時就駭然了，這怎麼可能？少在這裡虛張聲勢，吃我千手連擊！話音剛落，立馬就拔地而起數根石頭手臂，朝着吳林根轟殺而去。剎那間，吳林根所在的位置就被石拳瘋狂暴砸。見此情景，梁子峰立馬就大笑出聲：我還以為有什麼本事，還不是一招就搞定了。可吳林根卻毫髮無傷，滿臉漠然道：抱歉了，我不是很想浪費時間，所以就結束這場鬧
鬧劇吧。說完，吳靈根就猛然掙脫岩石的束缚，直接使出了仙术全力一拳。梁子峰猝不及防之下，立即就被一拳暴砸在脸上，哪怕他身具金丹7修為，也根本扛不住，直接就被一拳狠狠地揍飞，暴砸在周邊那巨大的岩壁之上。但是这一拳也徹底耗盡了他的力氣，身體止不住的發軟往後倒去。原來他是餓到雙腿發軟，已經沒力氣了。而慕容禪連忙掏出大雞腿走了上來，瘋狂往吳靈根的嘴塞去。白帝沒想到龍騰書院院長的親傳弟子居然會被魔修奪舍，而梅教習突然出現在三人旁邊安撫道：有本教習在此，就算魔修也無需畏懼，別以為剛才僥倖偷襲本教習就很厲害了。話音剛落，梁子峰突然就從地上抱起，但卻被梅教習輕而易舉的接住。可沒想到梁子峰突然感覺胃部一陣翻湧，直接噴了梅教習一臉。憤怒的他立馬就一拳將梁子峰揍飛。在梁子峰倒地的剎那，那枚古怪的晶體突然長出手腳想要溜走，但小玉卻突然閃出將其抓住，然後微微皺眉道：果然又是人为引出的心魔。旋即他就直接将那枚晶體給焚燒殆盡。而龙腾的人見梁子峰恢復正常，便趕忙上前將其扶起。沈為王也從高台上落了下來。林玉見狀連忙催促道：師傅您來得正好，快點治療大師哥吧。可沈為王卻只是靜靜地站在一旁，然後語氣嚴肅地質問：為什麼要這麼做？梁子峰則乾脆道：我不想輸，也不想讓師傅您失望，即便無法回頭，我也不想看到老師輸掉賭約。聞言，沈為王立即就嘆息一聲：龍騰書院一直不如玄天書院是有原因的，將林玉給我帶下去吧。說完，沈為王便使用大土木神術凝聚出一柄巨劍，然後再次開口詢問：你我師徒情誼一場，說出誰給你的拿東西，我給你一個痛快。梁子峰當即就如實相告，那人戴着一副面具，我並不清楚他究竟是什麼人，但他告訴我那顆靈丹可以讓我瞬間提升實力。雨天行聞言立馬開口道：那人應該是司馬越沒錯了。而沈為王則語氣黯然道：本來我還在嘲笑你學院出了問題，沒想到自家徒弟早就被魔修滲透了，下輩子我會再教導你的。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一雙手突然將巨劍給接住，見吳靈根居然空手接住了自己的武器，沈為王不由訝異道：居然可以接住我的全力一擊，這玄天書院到底培養出了怎麼樣的怪物？吳靈根卻訕笑道：不好意思，一時激動就衝上來阻止了。沈為王頓時就沒好氣道：他可是成為魔修還想要殺了你，你貌似沒有理由阻止我吧？但吳靈根卻真誠道：就算是入魔，他想的事情也只是和我比賽，還有不讓自己的師父失望，貌似並沒有要傷害任何人吧，只是因為勝負欲強一點就喊打喊殺的，這樣我覺得不太好吧。沈為王聞言當即就嘆息道：這一次我輸得徹徹底底，願賭服輸。龍騰書院從今日起便是玄天書院的分校區了，至於這個魔修，就由你們玄天書院自行處理吧。雨天行聞言便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後反手就給了他一巴掌：你這就是把燙手山芋交給我了呀。眼下加上這個梁子峰，書院裡已經有3個不穩定因素了，心魔的出現真的無法遏制嗎？隨後雨天行便嚴肅道：既然龍騰成為玄天書院的分校區，那麼就要聽從本院長的命令。我的第一條命令就是將整個龍騰書院搬到玄天書院來。沈為王對此很是不解，不知道雨天行到底想要做什麼。而雨天行也給出了解釋，之所以要你們搬來，自然是方便監視所有被心魔影響的人，如果不更加嚴格的控制局面，我們作為正道未來的學員將會被魔修完全滲透，所以將學員們都放置在眼皮底下是現在最好的辦法。與此同時，為了索要獎勵的小玉已然來到了門外，他很是霸道的踢開房門大喝道：於老頭，說好的獎勵該給我們了。但沒想到這一腳卻直接將雨天行給壓翻。吳靈根見狀連忙上前將其攙扶起來，但小玉卻很不耐煩道：快點將說好的獎勵拿出來，你不會是忘記了吧？說好贏得比賽就可以獲得金色勳章。而吳靈根也有些不好意思道：聽說金色勳章可以兌換任何想要的東西，我可以索要更多的修煉資源嗎？聞言，雨天行立馬就暗暗思索起來，如果吳靈根因為我給予資源突破，從而導致心魔爆發，可就不妙了。於是他就嘆息道：這個條件是沒問題的，但書院才剛被魔修攻擊，真的無法給出更多靈石了。真想要靈石資源的話，咱們和龍騰書院最近還真的發現一座大型靈石礦脈，只可惜那裡妖獸橫行，我們派去採集靈礦的弟子都慘死於妖獸之手。怎麼樣，情況這麼嚴重，你們也該放棄了吧？不如還是換個條件吧。眼看二人居然轉身要走，雨天行立馬就愣住了：你們不換個條件就直接走了嗎？但吳靈根卻笑嘻嘻道：不用換，我們現在就去靈礦。雨天行頓時就慌了，那座靈礦可是有不少妖獸的，而且魔修最喜歡收服妖獸為己用，你們可一定要考慮清楚啊。可就在這時，白帝突然一腳踢飛房門打斷道：不用考慮了，既然能吸引魔修前去，那我們就必須將其鏟除。最近魔修們3番2次的挑釁襲擊正道修士，如此猖狂，我們必須將其斬盡殺絕。你們覺得我說的對嗎？但為啥雨院長不給我個答復啊？吳靈根頓時就尷尬道：那個，他被你壓在下面了。旋即雨天行就起身咆哮道：我才安好的門又讓你給弄壞了，擅自採集靈礦對你們來說太危險了，我不同意你們擅自過去。就在這時，沈為王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後低聲道：我覺得讓他們去採集靈礦也不錯。但雨天行卻很是擔憂，他們身上都存在心魔種子，讓他們過去完全就是入了魔修們的虎口。可沈為王卻提出了建議，既然魔修盯上他們，那我們不如就利用這一點來做文章，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孩子作為誘餌，引誘司馬越出現，再將其一網打盡。黃玉紅最新研究出來的傳送羅盤，有危險我們馬上帶人傳送過去就行了。聞言，雨天行便掏出幾個羅盤開口道：
既然你們想要探索靈礦，那就将罗盘带在身上，如果遇到魔修，一定要和我們聯繫。在接過羅盤後，白帝便興奮道：“我們現在就出發斬除妖魔吧。”李天行卻還是有些擔憂，只讓他們3個小家伙過去，還是有點太危險吧。但沈為王卻示意道：“放心，我自然也會派人過去的。”被派遣來的赫然是梁子峰和林玉，白帝頓時就不解了：“我們為什麼要和他們一起去採集靈礦，和被魔修輕易控制的人一起行動？我可不感覺會安全。”小玉聞言頓時就忍不住暗暗吐槽：“你之前不也是被控制了嗎？”而梁子峰突然一臉真誠地開口道：“之前是我鬼迷心竅，所以這次師父希望我可以戴罪立功，特別是之前我對吴靈根做的事，真的非常抱歉。”見吳靈根沉默不語，梁子峰頓時就黯然道：“果然，我就知道你不會輕易的原諒我。”但沒想到吳靈根卻猛地朝着他吐了一地，然後一臉虛弱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暈車。”